这个老六在1000万伏的高压线下钓鱼，一个空单，变领了盒饭。苍天好轮回，天道饶过谁？这个老六变成了一个小白条，被养在了这个水库中。卧槽！尼玛一出场就要被吃掉吗？这是第1集也不让我活呀！与其被其他鱼吃掉，还不如在临死前饱餐一顿。爹，横行霸道系统成功激活。我的系统。童子啊，童子，你终于来了！这个横行霸道系统是个什么鬼？本系统旨在助力宿主逐渐强大，成为横行水库的超级巨物。宿主只需要通过戏耍钓鱼佬，即可以获得成长强化点。强化点可以用来增强自身各项属性，帮助宿主早日成为水中霸主。我就是一条10公分不到的小白条，还能怎么去戏弄那些狡猾的钓鱼佬？本系统将赠予宿主一项特殊能力——王牌口活之不动如山。宿主在吃饵的时候，绝不会造成任何的浮漂动静。真的假的？不管了，反正连死也不怕，不如就试试。下一刻，他毫不犹豫的一口将美味的诱饵缩进嘴里，而在水面上，整个浮漂没有发出任何一丝一毫的动静。最后又在一群小鱼的注视下，陈峰将一个鱼饵一口吞下。强化点加1。眨眼之间，他的体长再度增加了几公分。见我吃饵料安然无恙，一旁的大土鸡也过去试了试。然而下一个瞬间，他整个不受控制的被强行拉拽了。过出水面，老陈，我破鬼了，正宗的土鸡了，再来几条可以回去熬汤啊。老陈淡淡的看了一眼，他的目标是钓具物，可不是这些小鱼。而此时的水下，一群小鱼受到惊吓，远远避开了。嘿嘿，走得好，正好没人跟我抢鱼饵了。强化点加1。就这样一直持续了半个小时，陈峰一共获得了4个强化点，同时体型也增长到30公分。再来，不要停啊！这不对劲呀，浮漂一动不动，饵料被吃得干干净净。你经验丰富，教教我这是什么情况？老陈了解一下情况，亲自捏了团饵料，熟络的抛在了之前的点位。1、2、3， 5秒钟的时间默念过后，老陈猛地提起鱼竿。不对劲，简直可以说是太诡异了。如果说是小杂鱼闹窝子，飘香应该是非常的夸张，不会像这样一动也不动。但是饵料却在短短的几秒钟被吃得这么干净，就算是鲤鱼精也做不到吧？老陈，你说会不会是有水鬼啊？我以前说有人在这里钓到女尸。别乱说话，我钓了20几年的鱼，没听过哪里有水怪，这应该就是一种口比较阴的鱼。我今儿个一定要把它给打上来，你给我好好看，好好学。话落，老陈重新搓饵，一竿入水。这次的饵球搓的有乒乓球那么大小，倒要看看这鱼还能不能够一口吃下去。5、4、3，还真是邪门了。我钓了20年鱼，也确实头回遇到这种事。再加点拉丝粉，就不信它还能吃这么干净。倒数5秒后，再次提竿，一点鱼饵都没残留。刘虎胆子小，有点害怕。妈耶，真的是有水怪啊！要不我们回去吧？你先收东西，我再试最后一次。这一次，等饵球入水，仅仅等了1秒钟，就一把提起鱼竿，打中了。水面上空，一条40公分长的巨型白条赫然醒目。卧槽，好大的一条白条，活了大半辈子没见过。老陈激动的浑身颤抖，虽然不是什么传说中的水库巨物，但这种打破极限的超大白条，让他有种深深的成就感。就在回鱼的过程中，那巨型白条忽然冷冰冰的看了这边一眼。卧槽，没看错吧？这条鱼他喵的刚刚在瞪我。又在下一刻，巨型白条一个猛龙甩尾，瞬间挣脱了钩子，像一块沉重的石头狠狠的。我再给老子开一袋饵料，我非要将它钓上来。嘿嘿，嘴巴强化过后，根本就感觉不到一丁点的疼痛感，而且灵活性还大大的增强了。刚才他是故意让被钓上去的，因为他自信这世上没有任何一个钓鱼佬可以把他钓上去。完成一次高级戏耍，获得强化点加5。原来还能这样啊！这就叫做高级戏耍。一下子，脑海里多了许多奇奇怪怪的鬼点。正这时，一种危险的感觉出现，在幽深冰冷的水底，好像有一双无情的眸子盯上了自己。只见一条50、60公分长的赶鱼，摆动着尾巴向这边加速而来。滚你妈的！又来！陈峰一个大力甩尾，狠狠地抽打在赶鱼的脑袋上。方才还凶猛残忍的淡水大老虎，脑骨被砸成粉碎性骨头，浑身僵硬笔直，缓缓地沉入水底深处。我变得这么厉害了，本以为这一下只能将他吓退，没想到直接给整死了。不过此时岸上的钓鱼佬见鱼漂一直没动静，以为巨型白条走了，便也准备离开。突然陈峰有了一个主意，他加速猛冲，朝着水面冲出，高高的飞跃在了半空中。老六在1000万伏的高压线下钓鱼，一个空单，变领盒饭，最后重生成一条小白条在这个水库中。现在他只需调戏钓鱼佬就可获得强化点，为此他不惜跳出水面，直接吐出来一道水箭，浇在钓鱼佬脸上。这尼玛的白条成精了呀！诡异，太诡异了！36计走为上。我就说嘛，今天这了邪门。不好了，东江湖的白条成精了。什么意思？白条成精？刘虎把方才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听完之后，在场的所有钓鱼佬全都蠢蠢欲动起来了。是真的，像这么大的白条，
估计还不止一条，而且我看到那白条的尾巴鳞片竟然是金色的，它还吐我们一脸的水呢。太好了，这么大的白条我还没有解锁过呢，我先去钓鱼了。贺强兄，你出来1个星期了，不打算回家一趟吗？嫂子会不会怪你？嘿，那娘们要是敢管我钓鱼，我一纸休书让她滚犊子。不多时，众钓友都来到水库口。贺强在这些钓友中颇有些名气，曾经因为一则短视频在网络上火了一把，如今也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网红。捏了一团饵球，将鱼竿抛入水中，此时水底下，陈峰已经转了小半圈，可惜没有碰到钓鱼人的钩子，有些失望。然而就在此时，一枚圆球状的饵球悬浮在水中，散发出极为诱人的味道。嘿嘿，这时又有钓鱼佬来了，看这家伙打了中我，难道是冲我来的？正当他准备施展不动如山的王牌口活时，一条3、4斤重的柳叶鞭从鞋底里窜出来，冲着饵球游过去。滚！陈峰照着这条柳叶鞭的小脑袋，一个大尾巴抽过去，直接把柳叶鞭抽得横飞了出去。陈峰没有下死手，只是给他一个小小的警告，不然这家伙早就粉身碎骨了。经过这一下，再没有鱼敢过来靠近陈峰了。接着他一口把饵球给吞下去，瞬息之后就把鱼钩完整的吐了出来。这巨型白条很泄闷，吃的时候没有任何飘香。哦，有这回事儿，我又不是新手，白条的吃口最夸张好不好？那浮漂跟跳舞似的，怎么可能会没有动静呢？这时，陈峰也惊喜地发现，沿着湖边一路游过去，有大大小小10多只钩子。嘿嘿，这下可以疯狂的过去强化点了，爽啊！等吃完鱼饵后，这才想起一件事：我这么长，会不会把这些钓鱼佬给吓走呀？不行，还得给他们一些希望，把他们吊着才行。卧槽，什么鱼在吃我的饵料？吃口速度好快，打都打不到。我他妈的拉丝粉加了一大包，一出水饵料都没了。我有感觉了，这肯定是巨型白条。而贺强满脑门子的疑问后，他还没有碰到过这么奇怪的现象。不过他可不会被一点点小小的挫折给击倒，毕竟是立誓要成为钓鱼宗师的男人。就在下一刻，贺强面色微变，因为面前的浮漂发出了轻微的颤动。随着鱼竿的迅速提起，一条巨大的白条被强行拖拽出水面。这白条看起来都快接近米级了，而且非常的肥硕，看起来有个上10斤，把一众钓鱼佬震惊的瞠目结舌。如果不是认出来这确实是一条白条，大家会以为这是一条米级的翘嘴。真有巨型白条啊！这么大的白条，我这辈子见都没见过。贺强激动的都快尿了。身为一名钓鱼佬，这可是最幸福的时刻啊！快，手机拿出来，准备给我拍个照。就在巨型白条即将上岸时，贺强已经按捺不住狂喜和兴奋，伸手就去扣鱼鳃的位置。可令人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巨型白条的尾巴一下抽过来，稳稳当当的抽在贺强的半边脸上，然后他将嘴里的鱼钩吐出，做出一个鲤鱼打挺的动作，潇洒的转身落进水中。所有钓鱼佬都看到了，他们大眼瞪小眼，脑瓜子里面嗡嗡的。我没有看错吧？贺强大帝被一条鱼给羞辱了，这将是本年度最大的笑话。贺强感觉到了深深的耻辱，脸红的跟猴子屁股似的。不行，我要报仇，今天说什么也得把这条鱼给弄上来。完成一次大型社死戏耍，强化点加10。原来在戏耍钓鱼佬的时候，场面越大，造成的效果越轰动，强化点给的越多。随后陈峰在体型扩大方面加了3个点，在速度以及身法灵活方面加了3个点，剩下的4个点全部点在了肌肉力量。而此时的他已经无限接近米级了，除此之外，嘴里也长出锋利的牙齿。恭喜宿主达成阶段性任务，成长为米级大鱼，获得特殊技能欲望之眼。心怀贪欲的钓鱼佬可被宿主洞穿其内心想法，请宿主继续变强。每完成阶段性的蜕变，都可获得奖励。当达成终极成就淡水之神，宿主可体验到本系统赐予的终极之力。淡水之神是什么鬼？哎，不管那么多了，走一步看一步吧，反正变强是肯定要的。嘿嘿，有了这样的身体素质，也该准备尝试拉一名钓鱼佬下水了。打开欲望之眼，他发现这些钓鱼佬中，想对自己下手念头最强烈的就是这个贺强。钓鱼的都知道，白条最容易上口，而且还是肉食鱼类的口粮。而我重生白条最后做的事就是将水中老虎的大鱼拍成满正，甚至还要将钓鱼大师拉下水。此时岸上的贺大帝却还想将我钓上来。龟儿子，只要你该咬脑子的钩子，不是你上来就是老子下去。想把哥拉上去，本鱼王会让你们这些钓鱼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水底巨兽。嘿嘿，上钩了，这鱼好大，保底50斤以上。持续了5分钟，贺强手臂有些发抖。就在这时，陈峰猛地破出水面，高高的飞上航空。靠，就是这条鱼，我到死都认得它。落到我手上，今天你跑不了。有本事把我拉下水，不然的话你就跟我去游街吧。不好，贺强要被拉下水了。贺强，松手吧，不然要下水了，有危险啊！有本事你就把我拉下水，不然我看不起你。啧啧，这辈子都没有听过这样的要求呢，这可是你自己想要的哦，小爷成全你。顿时陈峰将力量集中在嘴，瞬间爆发出接近100斤巨物的力量。贺强瞬间被拉入水中，他不会游泳，不停地在水中翻腾。快救人！几个擅长水系的钓鱼佬一起跳下去，花费好大的功夫，才手忙脚乱地把他给弄上来。你们没发现不对吗？即便是米级的巨型白条，那体重目测也就10斤左右吧，怎么可能把人拉下水？这下大家也发现，的确很不对了。
难道真的是变异的白条，所以才会有这么大的力量？看着贺强昏迷不醒，大家也没有了继续钓鱼的心思，准备打个120急救电话。就在这时，一辆皮卡车来到了水库边，几个工作人见到这一幕脸色狂变。完了完了，有人落水了！几个负责巡逻水库的人吓坏了，当他们确认贺强没有生命危险，这才松了一大口气。这兄弟怎么掉下去的？是被大鱼拉下水的。顿时几个巡逻队员大眼瞪小眼。东江湖水库里面的确是有巨物，但还是首次听说有人被鱼拉下水。这些该死的钓鱼佬，一个个憨得要死啊！明知道拉不过，也不知道松手。把杆子不收了，不准钓鱼了。此刻所有的钓鱼佬都被赶走，而陈峰一边吐着泡泡，一边观察着水面的动静。当发现钓鱼佬们都走了，他有些后悔。看来方才把这些家伙给吓坏了，导致他们不敢钓鱼了。这不行啊，没有钓鱼佬，我怎么继续成长变强？这会儿没办法戏弄钓鱼佬，陈峰便开始巡视整个东江湖。在变成鱼的这段时间里面，他清楚记得湖底下有非常可怕的巨物，没想到怕什么就来什么，突然感受到一股冰冷的杀气，锁定住了自己。你大爷的，不长眼睛啊！你个6斤的小卡拉米，想吃我10斤大白条？他再次冲向陈峰时，陈峰直接一记猛鱼摆尾，把这条6斤的大黑鱼劈为2半，然后又猛吸一口气，将黑鱼身子上的肉给吃精光。这鱼肉还真是鲜美无比，只不过吃鱼只是过过嘴瘾，不会让自己变得更强大。外界贺强被大鱼拉下水送进医院的事情引起了不小的风波，钓鱼界赫赫有名的黑坑大师曾大鹏看着网上的视频不由一阵苦笑。1米长的白条，哪个龟儿子在扯把子？当他看到网上的一条视频后，立刻嗅到了一丝味道。都说我曾大鹏只能钓黑坑，完不了也钓，更是钓不起大鱼。哼哼，这次我就要证明一下，虽然我个子矮，但我一样可以拉起巨物。水库东边早已经聚集了大量的钓鱼佬，贺强被鱼拉下水，东江湖从此要永久性禁钓了。然而一剑下来，令所有人意外，有关部门想借助着这次机会，趁机大力宣传，吸引全国各地的钓友过来。长此以往下去，靠着东江湖这一块招牌，甚至可以带动全市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但这可苦了赵海强这个巡逻队长。队长，你看，又来钓鱼佬了。来吧来吧，多来点，都被大鱼拉下水好了。他就想不通了，都已经有人被大鱼拉下水了，竟然还这么多人前赴后继的过来。突然他直接愣住了，来人正是赫赫有名的曾大鹏。这东江湖真要火了，连竞钓大师都被吸引来了。我猜曾大鹏是冲着巨型白条来的，今天可有热闹看了。听说这里有米级的白条，真的假的？是真的，力量大的吓人，能直接把人拖下水。对，那白条曾经用尾巴扇人耳光，唬人满脸口水呢。听钓友们越说越玄乎，曾大鹏一颗心早就蠢蠢欲动，然后选择了一个较为开阔的水域开始钓鱼。而水下的陈峰已经超过10个小时没有变强了，这整夜他都在四处找钓鱼佬的踪迹，却是遍寻无果。该死的钓鱼佬，上个屁的班啊！来钓鱼啊！来啊！来钓老子啊！可就在下一刻，他发现岸边聚集了一大堆的钓鱼佬，差点眼泪都哭出来，立刻快速的游了过去，发现大堆人围着一个钓鱼佬。这家伙周围围着一群人，有没有可能就是他们所说的竞钓大师？如果当着这么多人面把一位竞钓大师拉下水库，能获得多少强化点？生成食物链最低端的白条鱼，我立即就找了一个鱼钩结束余生。可就在我将鱼钩吞进嘴里时，却发现钓鱼佬不仅不拉干，反而饵料还被我吞进肚中。我就这样戏耍了3级钓鱼大师99次。曾大师，这鱼很诡异，吃口的时候没什么反应，所以你入水就要马上打。我当然知道了，我这么做是为了顺便捕窝子，并且可以降低大鱼的警惕性，以求最后一竿中鱼。曾大师是3级竞钓大师，哥们啊，你在教他钓鱼。大师有大师的钓法，我等钓界平民多看多学，不要多嘴。1个小时后，曾大鹏的饵料用了一大半，连个鱼鳞都没看见一片。而此时的陈峰在水里欢呼雀跃，在对着曾大鹏狂刷了大半盘饵料后，他获得了几10个强化点。此刻体型狂长，达到1.2米，并且鱼尾能爆发出100公斤的力量。但是陈峰发现这家伙抛竿的节奏越来越慢，这家伙不会想要放弃了吧？既然如此，那就准备拉他下水了。就在陈峰即将行动之时，岸上的曾大鹏快要装不下去了，剩下最后一坨饵料也即将用完，意味着他今天打龟了。原来竞钓大师跟我们一样也打龟呀！看来那些短视频上天天爆护的视频很有水分呢。这时，曾大鹏听到了一个钓友偷偷摸摸在说话。怎么办？得想个办法，不能让自己3级竞钓大师的名声一败涂地呀！没办法，只能尝试用刘虎刚才说的那个方法了。随着钩子最后一次落水，曾大鹏心里默念几秒：1、2、3、4、5、7。哈哈，中了，我中了！曾大鹏笑得搓出了白白的牙花子，宛如一个刚刚学钓鱼的新手中了大鱼。曾大鹏虽然个子不高，但好歹也是大师级的人，控鱼的技巧没得说。可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这条鱼力气大的难以想象，就连曾大鹏也快 hold 不住了。曾大师，要不要帮忙？不用，我控得住。赵海强也带着人在旁边严阵以待，他们手里拿着救生衣，只要曾大鹏不小心落水，他们会第一时间上去救人。上次的事情就给他们提了一个醒，千万不能发生这种意外。忽然，水中的巨物发力，他踉跄着向前数步，差点就踩进水里了。快救人！不要过来，他吓我而已的。放心吧，我最近一直在健身，这点力气还是有的。
此时的曾大鹏当然不会认怂，但就在这时候，那头巨物继续发力。哥，我错了，求求你了，别再发力了，行吗？只要你上来，我保证不杀你，也不吃你的肉，只给你拍个合照，就把你好好的放回去，行吗，大爷？但很明显，于大爷没那么容易妥协，甚至再度爆发出了一股骇人至极的力量。卧槽，鱼竿断了！这怎么可能？这只巨物鱼竿是我的传家法宝，曾经最大吊起过95斤的巨鲸，难道这条鱼已经超过了150斤？如果可以把这条鱼搞上来，自己这个视频绝对全网爆火啊！赵海强跟大家的反应不一样，却是暗自的松了口气。要是曾大鹏死都不松手的话，很可能会被拖下水。现在鱼竿断了，再好不过了。可就在下一刻，就见到曾大鹏猛地向空中扑出去，一把拽住断掉的大半截鱼竿。好在他只掉在水下3米左右区域，可以跟这条大鱼继续拔河。嘿嘿，这鱼的力气小了很多，应该也累了。救生圈，快给我穿个救生衣，我要与这条鱼决战到底。队员们迅速地帮曾大鹏穿好了救生衣。赵海强看到他穿上救生衣，放心了许多。谢谢了，我要与这条鱼不死不休。赵队长，等会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用管我，谢谢。人来疯是吧？你呀就继续装，待会儿要真的出了什么事，我看你不哭着求我救你。快，有热闹看了，我得赶紧开个直播。在水下的陈峰一边拉拽着鱼线，一边邪魅地笑着。哼哼，来水里干我，不需要人就是吧？学什么不好，偏偏去学那个李大毛是吧？突然，曾大鹏完全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权，但依旧死死拽住鱼竿不敢放手。当他被一条鱼拖到中心位置时，湖面上形成薄薄的雾气，好像到了一个诡异的世界。啊！救命啊！快救救我！我不想死！曾大鹏前来跟个疯子似的，大喊大叫：“这哪里是钓鱼，分明是被鱼玩弄啊！”卧槽，让你装大了吧？还愣着干什么？快去调救生艇过来！岸上的钓友们七嘴八舌地出着主意，没一个靠谱的，也没有人敢下水救人。你们在搞什么飞机？快救我！我是3级竞钓大师，不能出事呀！经常钓鱼的都知道，白条鱼最容易上口。而我重生成为白条鱼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号称水中老虎的人拍成脑震荡，甚至还将中钓大师拉下水，将他急得嗷嗷叫唤：“我要回家，我不玩了，我发誓这辈子都不钓鱼了，谁爱钓谁他娘钓去！”此时曾大鹏又哭又嚎，原本他打算放弃鱼竿，没想到被大鱼来回变相拖拽，他身上已被强韧鱼线缠了好几圈。这时一个钓鱼佬脸色突变：“不好，看来曾大师要到心破碎了，这是钓鱼界的重大损失啊！别管损不损失了，快想办法把他救上来，再这么下去我怕他会疯掉的。”正当众人束手无措时，就在这时，救生艇过来了，艇上的大声喊话：“曾先生不用害怕，我们来救你了，抓住救生索。”可当救生艇靠近他时，突然那条鱼再次发力，将曾大鹏无情地拽向远方。救生艇上的工作人员眼皮狂跳，到底是一条怎样的鱼？脾性也太狂躁了吧！这是得了多动症吧？照这情况，或许只能撒网试一试了，用网来拦截他。此时的曾大鹏已经快要昏厥过去，脸上分不清是水还是眼泪，口中不停绝望地哀嚎着：“鱼爸爸，鱼祖宗，放过我吧，我保证再也不来招惹你了。”水底下的陈峰也觉得差不多，不然真的把人给弄出事了，担心有关部门会封锁整个东江湖。于是陈峰惊鸿一跃，飞出水面，然后又摆了一个魔法舞。俺的娘嘞，这哪是一条了鱼，这是一只白条，钓鱼佬最讨厌的白条。而此刻呈现眼前的这只白条，大的令所有人惊呆在当场。真的是那家伙，看来没有骗人，东江湖真有超级变异白条，我现在莫名的有点兴奋了。你兴奋个毛线，快想办法把人弄上来，不然谁也别想继续在这里钓鱼了。在众人还在因为那条巨大的鱼而愣神的时候，一根断掉的鱼竿从水面爆射出去，越过几十米的湖面，飞到了岸边。众人吓了一跳，仓皇避开。最后救援人员终于捞起曾大鹏，等到了岸上，他慢慢睁开眼睛，还带着几分迷茫：“我是谁？我在哪？我在做什么？”曾大师，你差点被一条鱼给溺死，我们也差点被你给吓死了。快送我回去！我这辈子再钓鱼，我就是狗。听到他的话，一众钓鱼佬哭笑不得。看来曾大师今天的确被吓尿了。没过多久，救护车赶到了，把曾大鹏拖到医院去做检查。这时赵海强冲着所有的钓鱼人大喊道：“各位都看到了，这水库里面有非常古怪的大鱼，力气大的吓人，连曾大师都变成这样了，你们还要继续钓吗？”本以为历经此事，这些钓鱼佬会感到害怕，谁知道他们当中就有不怕死的大声回应道：“当然继续，有水的地方就是我的家，今天谁也拦不了我，我一定要把大鱼钓上来。”今天钓鱼很一般，明天钓鱼界地位稳如泰山。赵海强听得直咬牙，这就是一群蛇精病。而陈峰之所以故意制造出这么一个大场面，就是要引起轰动的效果。行，宿主完成一次超级戏耍，强化点加20个强化点。陈峰并不意外，因为根据先前的经验，只要完成戏耍时的场面越大，获得的强化点就越多。可没想到还是那么少，体型还是得继续增长。我选择在体型方面加了5个强化点。陈峰话音刚落，突然一股诡异的力量降临，身体中每个细胞好像都在经历着重塑，体重超过40斤。虽然这里几十上百斤的鱼多的是，但一只白条的体型简直大得夸张了。陈峰又将剩下15个强化点全部增加在了自己的力量和防御上，毕竟重活一世，命只有一条。如今我已经算是一头巨物了，
那些钓鱼佬们的尿性绝不是害怕，一定是更加疯狂的想要把我弄上去。我太懂他们了。正如陈峰所想，经过他这么一闹腾，相关部门临时召开一个紧急会议，再次决定是否对东江湖进行全面禁钓。而在会议没有讨论出明确的结果之前，东江湖边暂时不让人钓鱼了。于是赵海强带着人一顿吆喝，把这些钓鱼佬们全都给赶回去了。另一边的天元大楼的一间办公室内，成为一级竞钓大师、钓鱼运动协会技术推广总教练邓刚，手里拿着一根鱼竿。浪尖巨物2代，这真是最完美的杰作。就在这时，办公室的门被人粗鲁的推开了，闯进来了一个女人。她撒着娇来到邓刚的面前。对于这位天元小师妹，也是自己唯一的关门弟子，邓刚向来发不起脾气。师傅，怎么了？哪个又欺负你了？师傅，我在公司待了快3个月，都快发霉了，我想出去钓鱼呀。钓鱼？你上回在沅江比赛，差点被一条40斤的鲢鳙拖进江中，现在就不记得了。说起这件事情就来气，邓刚被人称之为邓鲢鳙，可作为鲢鳙之王的弟子，竟然差点被鲢鳙拖下水。事后还被不少钓鱼佬嘲笑，甚至怀疑天元这些大师们会不会钓鱼。邓刚听到这些流言，脸都黑了，然后就下了命令，让天元小师妹闭关学习。师傅，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在你不允许我钓鱼之前，先看看这几个视频。邓刚好奇地低头看去，屏幕上正是不久前曾大鹏被拖下水的画面。当他看完后，眼中流露出强烈的困惑。1米多长的白条，这怕是在炒作。他作为钓王级的人物，连听都没听说过，这世界上有这么大的白条。你不会也想去东江湖吧？为什么不行呢？现在东江湖水库全网爆火，正好可以去蹭蹭热度，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啊！这不是师傅你教我的吗？天元邓刚一时哑然无言。可是那里太危险了，你要是碰到那样的大鱼，肯定也搞不定。师傅，你就让我去嘛，我向你保证绝对注意安全，大不了我碰到大鱼就主动切线。再说了，你不是要大力推广浪尖巨物2代吗？我这次就带着这根杆子去，在广大钓友面前亮亮相。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小师妹的这句话了。邓刚只能无奈的答应。那好吧，你这次去多多注意。好嘞，师傅，就知道你最好了。看着人离开后，邓刚眼神复杂。当年他大哥将女儿交给他来带，这些年也一直谨记兄长所托，本想让他留在公司，可这丫头偏偏钓鱼瘾大得很。不行，我得派一个跟着小师妹一起去。红生成食物链最低端的白条鱼，我立即就找了一个鱼钩结束余生。可就在我将鱼钩吞进嘴里时，却发现钓鱼佬不仅不拉杆，反而饵料还被我吞进肚中。此时那群不知天高地厚的钓鱼佬又开始钓鱼来挑战我的权威。赵队长，请问可以钓鱼了吗？可以了，钓吧钓吧。紧接着又有一辆车开进水库区，来人正是天元小师妹，身边还带着一个小助理。好美的东江湖，真想天天住在湖边钓鱼啊！一边感叹一边朝着水库边上走去。你好，我是天元集团的员工，请问可以在这里钓鱼吗？可以钓，自己去找个钓位就行了，但要注意安全。听此，小师妹兴冲冲地朝一边走去。然而在水下的陈峰惊喜地发现，今天的钓鱼佬来了不少人，果然和他猜测的差不多。因为自己的横空出世，在钓鱼界引发了巨大的轰动。而他在找了一圈后，并没有发现哪个钓鱼佬的身边出现围观，说明这就是一群普通的钓鱼人。于是陈峰便没有立刻出手的打算。这时水库边又来了一个新的钓鱼佬，身边还带着一只小土狗，却被赵海强带人拦住。站住！你来干什么的？大哥，来这里当然是钓鱼啊。那你带个煤气罐做什么？我要在这里搭个基地住下来，当然要自己生火做饭啊。听到这里，赵海强一脸的无语，又是一个蛇精病。最后徐丽找了一个位置搭建帐篷，接着又对身边的土狗说着：“师亮，饿了吧？我这就给你做饭哈。”吃完饭又过了几个小时后，他又拿上一袋子玉米准备钓鱼。这家伙疯了吧？居然带着一袋子玉米，这么大我别人还钓不钓啊？这家伙不是徐丽吗？他四处游钓大江大湖，据说是钓鱼界最会做饭的钓鱼佬。听说此人打窝的水平颇有大师的风范。大家都有一种想把他推下湖的冲动，不过碍于赵海强等人盯着，这样的想法只能放弃。最后徐丽挂了2颗老坛发酵的玉米，一切准备完毕，才将杆子抛到水下。而在他的钩子下方，此刻已经汇聚了大量的鱼。突然，那些鱼像是受到惊吓一般四处逃离。只见一条极为相似的大白条犹如君王朝这边游来，不过还是有一些大鱼留在原地。于是陈峰瞪大眼睛，看什么看？你们是想被本大人戳嘴巴子吗？无奈那些鱼只能悻悻地游走。方才陈峰到处去溜达了一圈，发现只有这个钓鱼佬比较的有意思，因为他很舍得打窝啊。于是陈峰游到了窝子里，安逸地享受起了新鲜玉米粒。等他吃饱喝足后，又将眼神投向钩子上，随即他张开嘴巴吞下钩子。就在这时，钩子突然被往上拉，本来是准备先用绝技火活儿细手一下，在陈峰正要吐钩子出来的时候，没想到这个钓鱼佬竟然打了。好在他一点疼痛的感觉都没有。本来陈峰还想和他好好玩玩，可是这个家伙似乎只想下来吸走。而岸上，徐丽开心的哇哇嚎叫：“各位大哥，中了中了，这个太大了！”一瞬间，所有的钓鱼佬都看着这边，只不过徐丽一点也不慌，最后慢慢的控住杆身，将主动权掌握在手。他知道与这么大的一条鱼做搏斗，必然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忽然，那条大鱼一个剧烈的翻身，打起的水花都快冲到岸上来了。卧槽，好大的翘嘴，我感觉都有20斤了。各位大哥，我好兴奋！正在专心钓鱼的小师妹也被吸引到了。什么10斤往上的翘嘴？这鱼怎么不是我中的呢？要知道，野生的10斤翘嘴是很难遇到。看到别人哐哐上大鱼，真是快要急哭了。此时有钓鱼佬忽然大声叫道：“
这绝对不是乔嘴，应该是先前那条恶霸白条啊！徐丽十分困惑，白条怎么能跟恶霸2个字联系到一起？那玩意儿在恶霸还能霸到哪里去？平时他钓到白条都是直接扔了。再说自己中的这条鱼保底20斤，你跟我说它是白条？这时有人跟他解释，恶霸白条你都不知道啊？平时不上网的嘛，就是之前把人拉下去的那个白条，不过这个看起来比之前还大。好，管他是不是恶霸白条，反正今天落到我手上就必须上来。徐丽为了显摆一波自己惊人的臂力，他放开了其中的一只手，仅用一只右手控制焊顶螺纹钢。然而帅不过3秒钟，大白条突然爆发出极为恐怖的力量，将他瞬间拉下了水。落水后，他狠狠就吃进去几大口水，呛得眼泪都出来了。各位大哥，你们没说错，这白条真的是个恶霸。岸上的土狗看到自己主人落水后，急得汪汪直叫，突然也跟着跳下来，然后游向自己的主人。徐丽感动得稀里哗啦。石两，我就知道，在这么关键的时候，你绝对不会抛下我。石两的4条腿在水面下快速冷静，朝大白条的方向大声吠叫。巡逻队的人见到这里的动静，赶紧过来救人，但是徐丽却冲着他们喊道：“没事的，各位大哥，我3岁就下水完了，水性可能比各位大哥还要好，让我跟这个小白条对决一场。”小土狗感受到主人的战意，突然一个加速，冲向前方。徐丽觉得不妙，冲着小土狗大喊：“石两，快回来！”可惜石两注定要当一个英勇的战士，为了主人而战。石两很快就冲到了大白条的面前，忽然他被激了一脸的水花，成了一只狼狈的落水狗。但是他脸上看不到任何一丝恐惧，不停地朝着大白条汪汪的叫。随即他锁定住了大白条的尾巴，然后恶狠狠地咬下去，只听到了某种食物被崩碎的声音。当石两抬起头时，就看到他嘴里的狗牙全部碎，疼得他呜呜的叫唤。徐丽看到石两满嘴巴的血，忍不住头皮发麻。一只鱼的鳞片有这么硬，能把狗牙都崩碎了，真尼玛的不愧为恶霸。就在石两朝主人拼命划过来了，突然一个鱼尾抽在了他的肚子，小土狗被抽得从水面腾空飞起来，然后直直的落在了岸边昏了过去。徐丽急得眼睛都红了。石两从1个月大就跟着他，不管去哪里钓鱼都带着，如今心爱的狗狗却被一条鱼给揍了，当即他身体里有一股怒血在上面。你怎么敢的？当着我面揍我的狗，我跟你丫的拼了！徐丽索性把杆子撒手，一个猛地扎进去，灵活的像一条鱼似的冲了出去。众多钓鱼佬见到这种事，都以为自己看错了。作为一个人类，居然去水库里找一条大鱼单挑，红生成食物链最低端的白条鱼，我立即就找了一个鱼钩结束余生。可就在我将鱼钩吞进嘴里时，却发现钓鱼佬不仅不拉杆，反而饵料还被我吞进肚中。此时那群不知天高地厚的钓鱼佬又开始钓鱼来挑战我的权威。你们快救人啊！赵海强都快急疯了。接着一个队员弱弱的道：“队长，他说他水性比我们好，不需要救的。”你丫的有病啊！他说不救就不救，这是在水库啊，还不快点去调救生艇？这些钓鱼佬犯傻就算了，连身边的手下也跟个二愣子似的。被骂了一顿的队员只好灰溜溜的去开救生艇，而赵海强则是看向徐丽消失的水面。下次再有钓鱼佬快被拉下水，我一定当场拉住他，再也不能这么玩了。就在此时，徐丽终于从水面现身了，然而她的姿态让人大吃一惊，她竟然一屁股坐在了大白条的鱼背上。众人一时间全部都陷入短暂的失语。好可怕，这家伙还是人吗？而且那鱼看起来像在疯狂的挣扎，大幅度的摆动躯体。徐丽感觉胃里面天旋地转，整个人陷入失重的迷糊状态。不远处的小师妹站在岸边，隐约看见那鱼在兴风作浪的身影。可惜不是我中了这条鱼。一旁的小白偷偷吐槽：“大姐，还好不是你，不然你这花儿早就喝饱了。”忽然大白条开始加速猛冲，它就像一艘快艇朝着前方游去。只是一眨眼的功夫，大家只听到徐丽的求救声。徐丽本来还是很勇的，可这条鱼不停的冲刺，让她开始害怕了，也终于意识到自己眼下的处境。别搞啊，大哥，要不我们商量一下，你放我回去吧，大不了这辈子我不吃鱼了。他用力的拍打着大白条的腿，手掌却传来一阵的生疼。而水里的陈峰没好气的吐槽道：“玩也是你们这些钓鱼佬要玩，现在不玩了就想回去，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情？”陈峰的想法也是很简单，要给这个钓鱼佬一个终身难忘的教训，顺便在他身上狠狠地刷一波强化点。这个钓鱼佬先前太狂了，居然放狗来咬自己，甚至还敢爬到自己的背上来。而徐丽的面部表情僵硬，总感觉身下这条鱼有点不对。她嘴巴一张一合的，好像是在说话。突然，她猛地抬头看向前方，只见一团庞大的枯树根漂浮在前方水面，她的2只眼睛开始翻白。我要死在这里了吗？岸上所有人吓得脸色煞白，就连救生艇上的巡逻队员魂魄都出窍了，傻乎乎的忘记了做出任何反应。而岸上的赵海强嘶吼不已，以这个速度撞上去，只怕会被活生生的穿成筛子。到时他这个巡查队长直接就当到头了，被开除职务不说，绝对还要承担责任的。不要啊！怎么办？到底怎么办？可就在千钧一发之际，超级大白条突然避开了这团狰狞无比的枯树盘根，但还是有一根树杈子划在徐丽的肩膀上。徐丽发出野猪受伤般的连续嘶吼，但好歹是捡回了一条小命。在急速的变向之下，他差点就被惯性甩出去，赶紧死死地抱住大鱼的背。见状，众人才松了一口气。要是真的出了人命，这里肯定就不让钓鱼了。好在这时候，救生艇上的队员们及时反应过来，朝着这边加速地开过来。当救生艇靠近时，其中一位队员拿出了一枚弩枪，他想用弩枪打进大鱼的身体，然后利用弩头上的倒钩将鱼给控制住，那样不光可以救人，还能将这条鱼带上来。但是这一下他却打偏了，差点打中了徐丽的大腿，这下可把徐丽差点给吓瘫了。大哥，我有得罪你吗？你要打鱼还是打我？麻烦打准点好不好？
不好意思啊，徐先生，我这次保证打准一点。队员又换上一根弩枪，瞄准了徐丽胯下的鱼尾。不过大白条也观察到了救生艇上队员的动静，于是陈峰通过欲望之眼感觉到救生艇上的家伙要猎杀自己。妈的，不和你们玩了！陈峰顿时高高抬起头，照着徐丽的脸上连续抽了几记耳光，然后瞬间就钻下水消失不见。接着救生人员把他拉上来，好在人无大碍，只是脸有点肿。当徐丽清醒过来后，第一句话就是10两，我的10两呢？紧接着就听到一个非常熟悉的声音，然后朝着他跑了过去。随后徐丽兴奋地大喊道：“10两居然没死！”而这时天元小师妹朝这边走来，你还继续钓鱼不？这位大姐，我最后一根巨物杆子在水里弄丢了，今天就不钓了。没事，我借根杆子给你就行了。徐丽停顿了一下，最后还是拒绝了。多谢这位大姐好意，不过我或许要先去看一下医生。小师妹却安慰道：“我会为你报仇的。”接着一名男子却认出了小师妹的身份。妹子，搞了半天，你就是那个在原浆比赛被一条莲蓉拉下去的小师妹。闻言，大家用嘲笑的目光看向他。东大寺是莲蓉第一人，也不知道怎么培养出这么个死背的女徒弟。天元小师妹用一种很想杀人的目光瞪着这群钓鱼佬们，她一边咬牙，一边强颜欢笑。各位钓友真是看不起人，那我今天一定要好好证明一下，女孩子也是能钓起大鱼来的。说完，他又转头对着徐丽说道：“我借你的窝子钓了哦。”要吧，大姐，我这里还有一袋子玉米，都给你。随后，徐丽带着她的10两看病去了。至此，小师妹正式开钓，可没想到钓了几个钟头，除了一些小鱼外，根本没有大鱼上钩，这不由引起众人的嘲笑。此时，小师妹脸色逐渐不耐烦：“大鱼呀，大鱼，求求你了，来吃一口吧。”而在水下的陈峰却笑道：“美女，我等会儿来了，你又不高兴了。”通过欲望之眼窥探到小师妹的内心想法，知道了这女人想要钓一条几十斤的大鱼上去。接着他又扫了一下岸边，发现所有钓鱼佬都在看着这个女人钓鱼。自从觉醒横行霸道系统，他还没有拖女人下水过，看来今天要解锁新的敌人，重生成一条食物链最低端的白条鱼。我立刻就找了一个鱼饵准备结束余生，可就在我将鱼饵吞进嘴里时，却发现钓鱼佬不仅不拉杆，反而饵料还被我吞进肚中。刚刚又戏耍完一个钓鱼佬，陈峰成功获得强化点。完成一次究极戏耍，获得强化点加25。刚刚在钓鱼佬徐丽身上刷了25个强化点，陈峰花了15个强化点在体型，剩下的10个强化点则是加在了防御属性方面。瞬间他的体型升级到了1.9米。这时他又突然发现自己的鳞片已然是坚固到巨骨蛇鱼级别，为此陈峰还特意测试了一下，像一团礁石加速的游过去，没想到却传来铁的碰撞声。好逆天，这就是我的防御吗？拿刀子砍怕是都砍不进去。陈峰美滋滋的，自己又进一步有了巨大的飞跃成长。如今体长1.9米，体重50斤，鳞片坚固达到巨骨蛇鱼级别，再加上无坚不摧的嘴巴，以及一尾极限150千克的爆发力，陈峰甚至想去湖底最深处找那些怪物干一仗。不过话说回来，这些还不急，等拥有了绝对无敌的优势之后，再去暴杀那些真正的恐怖巨物。岸边上的小师妹此时心态要崩了，眼看着天渐渐要黑了。此时一个钓鱼佬笑嘻嘻的：“空军！”可他的话还没说完，水面上的浮漂就有了动静。小师妹兴奋的迅速扬竿，这不就来了吗？几乎是将鱼竿从支架举起来的瞬间，就感受到沉甸甸的力道传来。小师妹得意洋洋的斜睨那些钓鱼佬：“我中了大鱼。”别太嚣张，这鱼你不一定能整上来。先看看这鱼有多大吧。他艰难的双手持竿，花费9牛2虎之力将鱼拖上水面。随着浪花掀起，一个鱼尾巴隐约出现在水面，众人依稀的看见这是一只巨型的白条。卧槽，白条了吧？不过它看起来怎么又变大了？这大白条怕是得有40-50斤的样子，不是亲眼所见，打死我都不相信世界上有这么大的白条。听着这些话，小师妹内心产生极大的心理压力。毕竟不久前徐丽才被这条鱼拉下水，差点小命都要没了，但她却还是默念着给自己壮胆。我千万不能怂，我可是代表着天元集团啊，不就一只白条吗？姑奶奶今天让你尝尝我的厉害。小师妹的话刚刚说完最后一个字，大白条突然一下子爆发出恐怖拉力，没想到她却死不松手。大笨鱼，你给我回来！助理小白在旁边全程记录，不敢错过任何精彩的镜头了。毕竟如果能搞上来这个超级大白条，天元集团必会又一次的大火。就在他做着美梦的时候，超级大白条又开始狂猛发力。大个子，你干嘛呀？小师妹慌张无比，死死的咬住牙齿，仍然做不到原地纹丝不动，一点点的被拖向前方的深水区域。小白，快帮帮我啊！没有办法，他只好向着助理小白求救。可这时一个钓鱼佬却说道：“说好了只能他自己一个人钓上来，找人帮忙算怎么个事啊？”钓鱼佬们纷纷的起哄，舆论的压力导致小白只好站着不动，根本不敢去帮忙了。小师妹的神态越来越艰难，腰已经是完全的弯了下来，像只煮熟了的虾子。可这条鱼明显还在继续发力，连一点缓和的时间都不给。见鬼了，这到底什么鱼？怎么可以一直发力啊？他的手臂在颤抖，整个人被迫一点点往前移动。面对茫茫的水库，小师妹内心浮现出一种莫名的深水恐惧症。你们这些大男人，真好意思看我一个弱女子被鱼拉下水吗？就不能让一让我？此言一出，大家都是笑嘻嘻。笑死！既然是弱女子，那还出来钓大鱼，这不是自找吗？出乎小师妹意料之外的，没一个钓鱼佬帮她说话，她鼻子都快要气歪了，只能在心底默默地诅咒这些钓鱼佬们一辈子都娶不到老婆。终于，小师妹还是被拖入水里，冰冰凉凉的感觉让小师妹忐忑不安。不行，真被拉下去会淹死的，我又不会游泳。她想了想，
决定撒手算了。可小白站在岸上，夸夸的就是一顿鼓励：“坚持住啊，这鱼只有几十斤，很快就没力气了，你就要胜利了呀！”就在这时，赵海强兴冲冲的过来，还带着一丝讨好的样子。小师妹别担心，我会第一时间出手救你的。小师妹是个乐观的人，有了赵海强的那些话，小师妹放心了许多。只要不让我呛水就没事。没想到大鱼还是在一直发力的，小师妹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自己被拉向深水，众钓鱼佬狂喜不已。终于，小师妹被完全拉下水。就在这时，她赶紧撒手松开了鱼竿，这根浪尖巨物2代很快就被拖到水面以下。可惜了，好好的一根鱼竿，但幸好我不用喝水了。小师妹只能这么安慰自己。岸上的赵海强却问道：“小师妹，自己一个人能上来吗？”赵队长，没有问题的。他一点点滑向岸边。现场的钓鱼佬们非常的兴奋，然而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只见他身后突然出现一片巨大的黑影，接着就像一头幽灵，一口咬住他的裤子，将他迅速的拖到了水面以下。他整个人全部都沉到水里。仅仅一个瞬间发生的事情，所有人都看呆住了。主要是没人想到，为什么突然有莫名的水下生物来攻击人类？难道水库底下暗藏着某种神秘的水怪？就这么一愣神的功夫，小师妹彻底喝饱饱了。救命！她的脑袋浮上来，仅仅吐出2个字，又被狠狠地拽下水。众人看见小师妹泛紫的脸庞，还有她眼神中深深的惊恐。好在那神秘的黑影也是势不可挡，在拉扯了2分钟后，便消失在远处了。小师妹被打捞上来之后，打了个重重的饱嗝。吓死我了！你们看清楚没？刚刚是什么鬼在偷袭我啊？不知道啊，反正将近2米长，是一个黑色的影子。正当小师妹心里不停咒骂白条时，突然远处一根鱼竿飞出水面，见此她心里一阵激动，是我的浪尖鱼竿。作为一名钓鱼佬，鱼竿就是自己的武器。然而他开心没有超过3秒钟，突然一只恐怖的大白条跃起水面，冲向鱼竿，仅仅一个照面，鱼竿竟然被撞断成了2截，其中一截断竿，犹如弓箭射向岸边。大家吓得纷纷躲避，生怕被这鱼竿搞个透心凉。靠，这死鱼怎么瞄得这么准？他会不会是故意的呀？你们没有注意到田园的杆子特别垃圾吗？竟然被一条鱼给撞断了。这杆子是面粉做的吗？你们来看看，这根杆子貌似有点不对劲。说话的人正是钓鱼佬刘虎，他是最开始发现变异白条的人了。这几天一直在水库边钓鱼，连家都没有回过。众人来到竿种面前也发现不对了，这根鱼竿的断口这么的齐整，看起来倒像是被锋利的东西切开的。那个变异大白条会主动喷人一脸水，而且还把人拽着在湖里游行，这本身就是一件很违背常理的事情。难道真的是大鱼成精了吗？不如把电视台喊过来调查一下，还钓鱼界一个真相。小师妹听着他们说话，不禁双眼瞪得老大。完了完了，我被鱼拉下水的事情，岂不是要闹得全国人人皆知，影响了公司的声誉不说，最主要的是绝对会被师傅关禁闭。我觉得没必要把电视台给喊过来吧，人家电视台的工作人员每天也很忙的。小师妹，我看你是不想今天的事情被报道吧？小师妹小脸一红，那点小心思怎么可能瞒得过神通广大的钓友？那你们打电话喊吧，我先走了。他也没脸待在这个地方，赶紧灰溜溜的走了。而留下来的人个个都是勇士，直到晚上8点都还有人在继续钓鱼。不过赵海强守了一天，早就回去休息了。晚班负责安全的是一个叫做楚仁杰的负责人，他是巡逻小队的副队长。此刻在水下的陈峰一点也不慌，完成了一次究极程度的戏耍之后，再次获得25个强化点，选择10强化点，强化体现。几乎是一瞬间，陈峰身上每个细胞都在迅速的改造以及蜕变。也不知过了多久，他发现自己身上已变成了黑褐，就连嘴巴的构造也发生了变化。这是什么意思？白条鱼也不是黑的呀，我不会真的要变异成怪物了吧？系统该不会是失控了吧？正当陈峰疑惑之际，脑海中却出现了声音。恭喜宿主达到第2阶段成就，成长为双米级大鱼。宿主获得第2阶段成就奖励技能仿生奇术，可通过脑部结构的震动，改变频率的方式，发出模拟大自然中一切生物的声音。请宿主特别注意，由于该技能特别消耗宿主的精气神，千万不要过度使用。系统的奖励提示声响了起来，陈峰对此一点也不意外。这个新获得的技能，通俗的说，也就是口技呗，不知道能不能模拟人类的声音。不管了，还是尽快的获得更多的强化点吧。于是陈峰连忙透过水面，就看到岸边有10多个钓鱼佬正在夜钓。今天晚上的倒霉蛋就是你们了。此刻的天空中，一轮圆月跟个大金盘似的高悬着。像这种月亮明晃晃的晚上，鱼一般是很难上口的。钓友们本来是踌躇满志，可一看这情况，得了，收拾家伙事儿撤吧。于是一个个唉声叹气。负责守夜安全的楚仁杰见这一幕，心里那叫一个舒坦。这些人可算要走了，终于能让耳根子清静清静，说不定还能眯上一觉。可就在大家都以为今晚这钓鱼算是彻底凉凉的时候，途中突然飘起水花，众人一下子齐刷刷的看向湖面。只见一条乌黑色的大鱼，浑身布满了奇奇怪怪的花纹，慢悠悠的冒出了头。这一下所有人就跟打了鸡血似的，瞬间来了精神。我的个乖乖，有巨物啊！此话一出，刚刚还准备打道回府的钓鱼佬们又麻溜的重新摆弄起钓局。就在大家满心期待的时候，这条神秘的花纹大鱼突然一下张开了那血盆大口，对着天空中的一轮圆月，扯着嗓子就发出了一阵奇怪的叫声。这个声音听得所有人一哆嗦，差点没把手里的鱼竿给扔出去。卧槽，什么玩意儿在叫？难不成是远处山上有野狼出没？不对啊，这地方压根就没听说过有野狼的踪迹。不远处的楚仁杰连忙跑上河边，可当所有人在看那条大鱼
他突然又发出了一阵无比瘆人的吼叫声，而这一回所有人都看得真真切切的。就是那条鱼在叫，我的妈呀！有人直接喊出了声，钓鱼佬们顿时魂都快被吓飞了。这鱼咋会这样叫啊？还跟狼叫一模一样，不好了，这鱼该不会是成精了吧？瞬间，所有人一个个丢盔弃甲，然后纷纷逃离现场。不过有一个胆子稍微大点的钓鱼佬，偷偷摸摸的掏出手机，对着湖面录了个视频。只是在拍摄的时候，由于内心恐惧，手抖得跟筛糠似的，也不知道这视频最后拍出来是什么样。当楚人杰跑到岸边时，却发现所有人都不见了。什么情况啊？这些家伙跑哪去了？等所有人走后，现场终于清静了，再也没有任何一个钓鱼佬。而湖心处那大鱼漂浮在水面上。此时陈峰露出了一个诡异的笑容。靠，怎么这么不惊吓？跑得也太快了吧！我还有10多种声音没来得及施展呢，真是可惜了。下一秒钟，戏子的提示声音再次响起。恭喜宿主完成一次多人高级戏耍，获得强化点加30。当陈峰听完后不由一惊，经过一番思考，陈峰还是决定把强化点都用在强化体型上。陈峰的体型增长到了2.2米，体重增加20斤。感谢钓鱼佬的馈赠，让我变得更长、更大、更猛。终有一日，我会成为东江湖霸主。只不过刚刚用仿生奇术把所有人都吓跑了，这不免让陈峰已经有些后悔。尽管他并没有捕食同类的冲动，可所过之处，小鱼小虾纷纷四散逃窜，甚至一些几十斤的大鱼感受到陈峰身上散发出的王霸之气，都只能仓促逃窜。就在这时，陈峰忽然嗅到一股敌意，只见一条长相凶猛、身形目测有2.5米的超级巨物出现。当他看清之后，不由一惊，巨骨蛇鱼。陈峰收回思绪，观察一下周围情况，发现自己有可能破坏了巨骨蛇鱼的好事。不远处，一群鱼虾都在疯狂四处逃窜，他们本该成为巨骨蛇鱼的口粮，可因为陈峰的出现，让他们得以逃脱。此时，那条巨骨蛇鱼的眼神极其不善，好似想要将陈峰吞入腹中。在水底世界，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而陈峰身长只有2.2米，体重只有80斤，但那条巨骨蛇鱼属于成年巨无霸，体长2.5米，体重至少也有350斤。在这头巨骨蛇鱼眼中，陈峰就属于小鱼，完全可以吃掉的。一开始，陈峰察觉自己好似影响到巨骨蛇鱼进食，多少有点尴尬，本打算一走了之，可感受到来自巨骨蛇鱼眼中的杀意，陈峰怒火瞬间涌上心头了。给你脸了，别他妈来烦老子，有多远给老子有多远。就你这种小角色，还想把我吞了？要不是怕吃了你会影响智商，我早把你干掉。王霸之气瞬间释放，给那只巨骨蛇鱼施加强大压力。本以为那条巨骨蛇鱼会识趣的游开，可拥有外号大傻鱼的巨骨蛇鱼根本不把它放在眼里。顿时，他主动发起进攻，一头撞向陈飞。找死是吧？这么蠢的鱼不配活在东江湖，给我死！随即，陈峰转身，奋力一尾巴抽在他的脑袋上。巨骨蛇鱼好似看到2个星星在自己眼前转圈圈，紧接着他又一尾巴抽过去。巨骨蛇鱼疼得清醒过来，赶忙求饶，但陈峰不给他机会，快速的挥动着尾巴，直接将巨骨蛇鱼抽到水面上。叫你滚你不管，那我就再送你一场。陈峰顺势腾空而起，把那条巨骨蛇鱼狠狠拍向空中，接着补上一尾巴将其抽向岸边，伴随一声巨响，那条巨骨蛇鱼就已经死得不能再死。等到第2天，赵海强依旧是带着队员巡逻，一开始几人还心惊胆战，并没有发现所谓的狼嚎声，这时几人才逐渐放宽心。赵海强更是怒骂道：哪里来那么多鬼怪？肯定是楚人杰那小子想偷懒，故意说的那么玄乎。这小子昨晚没好好值班，导致我们一大早就要赶过来。其余几人马上附和起来，继续巡查。就在这时，忽然一名巡逻队员大喊道：我操，那是什么东西？随即一群人朝着那条大鱼划去。天哪，居然是淡水之王巨骨蛇鱼，它怎么会死在这个地方？这么大的巨骨蛇鱼属于水底霸主，谁能把它干掉？难不成湖底真有水怪？一旁的赵海强咳嗽一声，随即开口说道：哪有什么水怪，把心思都收回来，等一下我们把鱼拉上岸，到时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巡逻队员费了好大一番功夫，总算将那条大鱼拖到岸边，却发现这条巨骨蛇鱼的头骨被敲得稀碎，整个头部区域没一块完整的骨头，伤口极其狰狞恐怖。纵使赵海强胆子极大，此时都有些发怵，其余几名队员也好不到哪里去。如此巨物一般生活在比较深的地方，即使这条巨骨蛇鱼挂掉，也不可能浮出水面。很显然，水底有更加恐怖的存在。楚副队长说，昨晚水上有狼嚎声，看来是真的。这几天好像又多了几条巨物，都跟之前的小白条不一样。现在还出现巨骨蛇鱼被拍死，我觉得应该请点高人过来看看。不管你们怎么想，反正我是有点怕了。赵队长，你怎么看？一番讨论之下，赵海强同样很慌。再这么搞下去，他们这些巡逻人员不会有好日子过。于是他对着一旁的巡逻人员喊话道：你们控制住现场，不要让人过来围观拍照，我先打电话给领导。很快，相关部门立马成立专家调查组过来。其中一位女专员看到巨骨蛇鱼的恐怖死状，没能忍住，现场喷射。于是，一番忙活后，一众调查人员再次聚集在一块。接着，水利湖泊局副局长周海洋出言道：这么大的鱼死在岸边，属实有点罕见，你们觉得会是什么原因？接着，一名专员回应道：你们纯属少见多怪，一条大鱼死了就死了，有什么好奇怪的？赶紧把鱼尸体拖回去处理。这么大的淡水鱼，我还没吃过。听到这话，周海洋差点没忍住破口大骂，最终还是忍住了。于是他看向一旁的一位老人：白老，你怎么看？我现在也猜不出这条鱼的死因，但水鱼中几乎没有哪种鱼类比巨骨蛇鱼防御还要强。昨天晚上出现过无比瘆人的吼叫声，几乎所有人都被吓跑。
昨晚并非我值班，具体情况我不清楚，要不我将昨晚当值的楚仁杰他们喊过来。听此，大家点了点头。很快，楚仁杰来到东江湖边，于是他将昨晚的情况说了一遍。所有人听完后不由毛骨悚然。周海洋赶忙出言道：“楚同志，你要为自己发言负责，我们要相信科学，你们肯定是自己吓自己。”一开始我也不相信鱼会狼叫，我那朋友拍了视频发给我这里有视频为证，你们看看，真是鱼望着月亮学狼叫。当所有人看到视频后无法继续淡定，接着另一名钓鱼佬失声喊道：“好像是那只白条恶霸，真是那白条恶霸，只不过它的样子怎么又变了，而且嘴巴里面还长出那么长的牙齿。有没有一种可能，那条巨骨蛇鱼是被白条恶霸弄死的？”这一猜测迅速得到不少钓鱼佬认同，再加上一群人添油加醋，东江湖水库巨骨蛇鱼死亡事件不断外传，胆小的钓鱼佬胆大的钓鱼佬开始呼朋引伴，准备挑战白条恶霸。就在这时，一辆新闻栏目组的车迅速赶到现场，原来是收到消息后，他们连忙跟上级领导请示，接着他们立马在现场摆好设备，找好机位拍摄，准备记录下这只白条恶霸真容。而调查组忙活一早上，依然找不到任何头绪的情况下，最后留下2名调查组人员与栏目组工作人员一样守株待兔。随着各种各样的报道流言传去，仍然挡不住钓鱼佬以及网红的热情。这时水库边又来了一辆车，来人正是当代网红李维刚，他一出现立马让现场的人兴奋起来。刚哥，你准备把东江湖水抽干，盘白条恶霸吗？东江湖怎么能抽干呢？我今天不是来煲汤的，是来盘那只白条恶霸的。等拍摄工作人员安排妥当，李维刚对着镜头好话道：“兄弟们，最近听说东江湖出现不少巨物，还有一条极其嚣张的白条恶霸，今天我就过来好好盘一盘它。你们觉得我能把白条恶霸拉上来吗？不是我吹，单手我都能把它拖上来。”此话一出，李维刚的直播间弹幕瞬间爆炸，粉丝们纷纷表示他绝不可能挑战成功。但李维刚不以为意，默默掏出早已准备好的鱼竿，在甩下第一竿之前，他满脸堆笑，对着镜头说道：“兄弟们，我有预感，今天绝对能盘上巨物。”就在直播间议论纷纷时，李维刚成功单手将鱼拉上来，但没想到却是一条4、5斤的草鱼。虽然个头不是太大，可对于钓鱼佬而言，只要上货他们就很开心。随着第一竿就上货，李维刚顿时信心倍增，立马甩下第2竿。兄弟们，第1条鱼还行，可还未达到我的要求，我今天必须盘到几10斤以上的大货，就算白条恶霸咬钩，我都要把它盘上来。随着一会儿功夫，李维刚已经钓上6、7条鱼，个头还都不小，让他好好装了一波。没等多久就有了鱼咬钩，李维刚单手抓竿已经非常吃力，若非双手及时抓住鱼竿，怕是鱼竿都会被鱼给拖走。他眼前一亮，是胖头鱼，好像有几10斤。兄弟们，刚刚鱼有点猛，现在我继续单手盘它，走你！虽然成功将那条大胖头拉上来，可他却没有之前那般兴奋。这条胖头鱼比之前的鱼重了20斤，虽然装逼成功，可他仍有些后怕。如若刚刚那条鱼再跟他拉扯一回，他估计真撑不住。50斤都那么难搞，真有上百斤大货过来咬钩，他非常确信自己单手绝对搞不定。于是李维刚有些发虚，已经开始打退堂鼓。恰好旁边有钓鱼佬开口询问道：“刚哥，那条大胖头可以给我吗？”李维刚把鱼送给他以后，顺手将其余几条鱼都给分掉，准备撤退。可直播间观众却把他退路给封死了，就连分到鱼的钓鱼佬也开口劝说道：“别急着走呀，现在口那么好，肯定还会上大货的。”就是，50斤大鱼都已经单手拉上来，100斤大货还会远吗？刚哥，继续呀！众人你一言我一句，直接将他架了上去。李维刚只能露出憨憨傻笑以后再次下竿，然后再次放出狠话：“那我们就继续，今天必须干100斤大货，白条恶霸，我单手盘翻他们。”此刻在水底的陈峰才刚刚醒过来，通过欲望之眼了解到具体情况后，决定好好跟李维刚玩一个。还想单手盘本恶霸？你属实有点狂妄了。既然如此，就让你见识一下我强悍的实力——猎杀时刻。陈峰迅速游到李维刚的钩子面前，然后一口将钩子咬住。岸上围观的钓鱼佬比李维刚还激动，又有鱼上钩了，刚哥快拉杆！没想到李维刚却不当一回事，因为他觉得这条鱼没刚刚那条胖头鱼大，于是不慌不忙的单手提竿。兄弟们，又上货了，看我表演！可当他准备将杆子提起来时，却察觉到了不对劲，因为单手根本拉不动。感受到来自水里的拉力，他觉得这一次可能钓到超级巨物。从鱼咬钩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几分钟，李维刚感到越来越吃力，可水里的鱼好像越来越轻松，自己单手绝不可能将鱼给拉上来，最后只能双手同时发力。见此，场边围观的群众开始纷纷起哄：“刚哥撑住，说好单手盘巨物，我们相信你可以的。”真男人一定要猛！刚哥，继续单手拉鱼，直播间那么多观众看着呢。被围观群众加李维刚虽然有点难顶，可之前又撂下狠话，再加上栏目组的工作人员拍摄着，但他只好放下脸面，尬笑道：“兄弟们，不好意思，这条鱼有点大，我一只手搞不定。”但没想到当他双手同时用上时，却仍拽不动那条鱼。李维刚有点不信邪，自己硬拉260公斤都没问题，怎么可能拉不动一条鱼？顿时他心一红，拼命将鱼往岸上拉。水下的陈峰感受到李维刚快到身体极限，于是他开始有意放水，让李维刚把自己拉上去。快，刚哥再加把劲，鱼已经没力气了。还得是刚哥威武，再加把劲就能上货了。听到旁边一众钓鱼佬给自己加油，
李维刚瞬间觉得自己又行了，伴随一阵惊呼，咬钩许久的大鱼终于浮出水面。真的是他，白条恶霸终于出现了！我操，他好像比之前更大更猛了！白条恶霸专治各大网红，完了完了，刚哥位移！这次李维刚是带着任务而来的，虽然打着盘白条恶霸的口号，可他没有想到自己真盘上了。经过刚才那么一番拉扯，他更加来劲。兄弟们，我虽然单手盘不动他，可我双手必将他拿下来。说完，他再次发力，一鼓作气，准备将白条恶霸给拉上来。虽然他用了很大的力气，却发现仍拉不回来。很明显，白条恶霸再次发力，他感受到极强的挑衅意味，双方展开了激烈较量。可就在这时，鱼竿咔嚓一声脆响，李维刚直接被拖入水中，冰凉的湖水拍打在他的脸上，却无法让其迅速冷静下来。旁边围观的钓鱼佬纷纷出言劝慰：“刚哥没事的，你已经很猛了。”是啊，单手盘白条恶霸那么久，还差点将其拖上来。刚哥，你有资格骄傲。白条恶霸自从出道以来，从未有过败绩，一众钓鱼大佬全都栽在他手上。很明显，白条摆明了就是在戏耍他。在所有人的劝说下，他怒火才逐渐被压制。可陈峰根本没打算放过他。只见白条恶霸高高腾飞到空中，随后重重砸在水面上，支起数米高的水花，紧跟着那半截断掉的鱼竿越过湖面飞向岸边。岸边的围观群众被吓得四处逃窜。此时湖中还传来了嘲讽的怪叫声。如此一来，那些人已经看出端倪。从一开始咬钩拉扯，白条恶霸早有预谋。一系列动作只为戏耍李维刚，让其脸面丢尽。调查组的工作人员很快将此事上报。收到消息的周海洋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立马带着上级领导迅速赶往现场。此时李维刚满脸愁容，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就在这时，旁边一名钓友忽然开口说道：“刚哥，你要不要继续盘？我那有一根鱼竿。”听此，李维刚重新振作起来，接过钓友的鱼竿。感谢兄弟们的支持。今天说要盘100斤巨物，刚刚那一回挑战失败，现在我们这位粉丝好兄弟给我弄来一根鱼竿，我准备再干一回，继续盘大货。说完，他拿出12分姿态再次下竿。而此时，在水下的陈峰收到了提示音：宿主完成一次究极戏耍，获得强化点25。随即，陈峰一股脑全部把强化点加在体型上，那一股神秘的力量再度降临，肉身悄然发生着变化。接着他再次浮出水面，通过欲望之眼收集岸边的情况。陈峰没有想到李维刚居然如此头铁，不知从哪里找到一根竿，还想来盘自己。本来还想再戏耍李维刚一波，可他从旁边那些人身上收集到不少有意思的信息，索性不着急出手，让那些小鱼先去陪李维刚玩一会。毕竟事情发展有些超乎陈峰的预期了。昨晚陈峰只想用狼叫吓唬一下那些钓鱼佬，收割些强化点，可因为他对着月亮学狼叫的画面过于诡异，已经让相关部门坐不住了。再有那条该死的蠢货巨骨蛇鱼，非得自己作死。本来两件事没有太大联系，可因为刚刚戏耍李维刚，展现出极其恐怖的实力，所有人都认为白条已经成精了。当地相关部门极其重视，他们必须把白条恶霸给抓上来。却在这时，陈峰忽然感受到一股强烈的敌意传来。湖底几十米深的泥床中，一头庞然大物突然苏醒，然后朝着陈峰疯狂冲刺而来。虽然距离有点远，但陈峰可以清楚感受到，这家伙要比那条巨骨蛇鱼更危险。那条大家伙来势凶猛，顷刻功夫已冲到陈峰身前。陈峰定睛一看，居然是一条巨型大鲶鱼。这条巨型大鲶鱼丑是丑了点，体型大概有3米长，体重有500斤。陈峰看到巨型大鲶鱼冲过来，他并没有第一时间发动攻击。快滚开！你太丑了，我才不跟这么丑的鱼打架。本就有点不冷静的巨型大鲶鱼，好似被按了开关一般，发了疯般朝陈峰冲过来。因为他睡了一大觉饿疯了，看到这么大的一只白条，不亚于一只猫见到巨型的老鼠。陈峰可不惯着他，转身一尾巴狠狠抽过去，给老子滚开！但没想到巨型大鲶鱼皮粗肉厚，挨上一尾巴居然跟没事一样。可他那庞大身躯被陈峰抽退，将湖水搅动，在水面上形成一个巨大漩涡。然而挨上陈峰一尾巴以后，巨型大鲶鱼立马发动反击，朝着陈峰再次冲过来。他不知受了什么刺激，亦或者真的饿疯了，即使挨上陈峰好几尾巴，却没有任何退意，反而愈战愈勇啊！随着两大巨物在水底下争斗，湖面波涛汹涌，动静极大，引来岸边人强势围观。栏目组的工作人员赶忙将镜头聚焦到湖中央。李维刚同样不再专注于钓鱼。东江湖忽然闹出这么大的动静，已经有钓鱼佬不再淡定了。闹鬼了，快跑啊！东江湖还能待吗？以后谁给我钱，我都不来。白条成精，大白天湖面跟煮沸一样，属实有点不平静，我们还是先溜吧。不过还是有胆子比较大的钓鱼佬，一边看着湖面动静，一边与旁人猜测交流。然而水底下的陈峰并不知道自己与大鲶鱼缠斗会造成这么大影响，可他现在心情很不爽。这条巨型大鲶鱼太烦人了，本来陈峰并没有杀意，可这条巨型大鲶鱼悍不畏死，一有机会就想要把陈峰吞掉，真是给脸不要脸。既然如此，我就没必要将你这条丑东西留着了。只不过深水不好战斗，于是陈峰慢慢往上游，而巨型大鲶鱼杀红了眼，跟着他一路追到水面。陈峰刚一露头，就被岸上镜头捕捉到。我操，又是白条恶霸！刚刚那些动静肯定是他搞出来的。快看快看，白条恶霸惹到水中巨物，我看后面那条大鱼想要将它直接给吞下。东江湖里到底藏着多少大货？今天刚看到一条300多斤的巨骨蛇鱼，还有成精的白条恶霸，现在又多一条2、3米的巨型大鲶鱼。看到白条恶霸被追杀，我就非常高兴。大鲶鱼给我干翻白条恶霸！一开始所有人都觉得
身形比较小的白条会被巨型大鲶鱼吃掉。可当两者都露出水面以后，两极反转，白条居然转过身，直奔巨型大鲶鱼而去。丑东西，非得找死，那我就成全你！陈峰忽然一个下潜，钻到巨型大鲶鱼身下，然后再奋力一冲，用头狠狠撞击巨型大鲶鱼的腹部。大鲶鱼完全来不及反应，庞大的身躯瞬间被陈峰顶飞出水面。这一幕看得岸边众人惊掉下巴。然而惊讶还不止这些，只见白条身体顺势冲向空中，紧接着调整好的身体，一尾巴冲在巨型大鲶鱼身上。随着刚刚的一番操作，陈峰本以为巨型大鲶鱼会跑路，可万万没有想到，失了智的大鲶鱼居然再次朝自己扑来，时不时张开嘴，想要将陈峰一口吞下。这么想吃我，那我就让你吃个够。于是陈峰直冲巨型大鲶鱼而来，看到陈峰冲来，大鲶鱼张开嘴将陈峰一口吞下。然而陈峰用身上最坚硬的鳞片奋力一击，直接将大鲶鱼的嘴巴撞出一个窟窿。这一操作再次震撼到所有围观人员。那条大鲶鱼的嘴巴是纸糊的吗？这么一撞就碎了。大鲶鱼挨上陈峰一大嘴巴子，现在终于反应过来，自己极大可能干不过陈峰。他纵横东江湖那么多年，没有想到会栽在一只大白条身上。此刻他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溜。察觉到大鲶鱼想要开溜，陈峰第一时间追上去，借势腾飞到空中，整个身体重重砸在他的身上。巨型大鲶鱼再度遭重，逃跑速度瞬间慢了下来。现在想跑来不及了，丑东西，给我死！那么多镜头对着陈峰，想低调都不行，于是他打算来点更震撼的。虽然陈峰得到各种强化，可跟几百斤的大鱼碰撞，他也能感觉到身体带来的痛苦。陈峰挡在大鲶鱼的逃跑路线上，然后冲着他喊话道：“来啊，丑东西，正面刚！”刚开始大鲶鱼就想跟陈峰硬碰硬，可陈峰的身体太过灵活，每次都能轻松避开自己的攻击。现在机会终于来了，于是大鲶鱼卯足了劲，直奔陈峰而去。陈峰看到大鲶鱼朝自己冲过来，他同样凝聚浑身气力，朝着巨型大鲶鱼撞去。看到这一幕，围观的群众纷纷坐不住了。疯了吗？白条刚刚灵巧搏斗，或许还有几分胜算，正面对撞，那不是自寻死路吗？我赌5包辣条，白条恶霸绝对会被大鲶鱼撞飞，不服来战！伴随一声巨响，东江湖面激起10多米的浪花，一条庞大的身躯被冲翻至半空。围观的群众定睛一看，彻底傻眼，被撞飞至半空的竟是那条大鲶鱼王。双方激情正面碰撞后，巨型大鲶鱼被撞得七荤八素，在湖中不停扑棱身体，而陈峰却一点事情都没有。当巨型大鲶鱼逐渐清醒过来，忍着疼痛就想往湖底逃窜，但陈峰早有预料，提前下沉，一头狠狠撞在他身上，将其再度撞出水面。纵使他皮粗肉薄，也同样遭不住这般猛烈撞击。在陈峰连续撞击几下之后，大鲶鱼进气比出气多，逐渐失去抵抗能力。陈峰最后一尾巴拍在地，当他落在水上时，已经死得不能再死了。打完收工。陈峰极其嚣张地跳到大鲶鱼背上，随即做出一个非常漂亮的鱼跃，飞至半空，再发出节节节的怪笑。落入水中的同时，尾巴一扫，给岸边围观群众降温。未能躲过湖水攻击，有几名围观钓鱼佬失了身，当即破口大骂。李维刚默默收拾东西，准备跑路了。就在这时，东江湖上空突然冒出来一架直升机，并且里面的人都是真枪实弹。陈峰干掉大鲶鱼后，本想到谁得好好休养，可随着直九的出现，他的心再次躁动起来。他想看看自己这具身体是否能够抵挡子弹攻击，于是陈峰赶忙浮出水面勾引。直九观察员肖阳阳很快捕捉到他的身影，目标确认无误，猎杀行动正式开始，可以开火。直九驾驶员刘德海收到指示，立马开始行动。直升机锁定白条恶霸后直接开火，子弹如雨点般射出，经过湖水缓冲，子弹射在陈峰身上，但并未能洞穿他的身体。见状，陈峰嚣张了起来，他浮出水面，挑衅直升机上的驾驶员。观察员肖阳阳人都有点懵了，那条鱼好像一点事都没有，身上连个枪口都没有。刘德海，你一枪没中吗？直九驾驶员刘德海同样很猛，可他对于自己实力无比自信，立马出言反驳道：“怎么可能？你可以怀疑我的人品，但你不能怀疑我的枪法，老子不信邪了。”闲杂人等已经被清除的差不多，只剩下节目组的人员，他们帮忙记录拍摄。那辆直九已经调整方向，而陈峰仰躺在水面，正悠哉悠哉的游着，还故意冲直九吐泡泡。刘德海看到这一幕，比肖阳阳还要火大，直接把距离拉低，追杀陈峰而去。这一大波来得比刚那一波要猛烈。陈峰却丝毫不慌，任由子弹射在自己身上。子弹冲击下，他却毫发无损。刘德海、肖阳阳两人瞬间傻眼，岸上众人看到这一幕，都想连夜提桶跑路了。跟这么一条怪物玩，连给白条恶霸送菜都不够。直升机上的两人大眼瞪小眼，虽然射中目标，可白条恶霸一点事都没有。刘德海只能出言询问一旁的肖阳阳：“阳阳，现在怎么办？”肖阳阳通过直升机各种设备去寻找白条恶霸身影，还好没有看到那只白条的影子。肖阳阳顺手将刚才的战斗视频发给指挥部，估计那一轮攻击已经将那条鱼吓跑了，等指挥部通知回话吧。指挥部收到肖阳阳发过来的视频后，认真审查一会后，赶忙让他们返航。直九还未完全飞离东江湖水路上，刚刚消失不见的白条恶霸再次浮出水面，连续鱼跃，发出节节节的怪笑，吓得刘德海不由加大马力，尽快飞离东钱湖水库区域，甚至还不忘提醒身边肖阳阳道：“阳阳，注意镜头，不要乱拍。”明白。两人心有余悸，仓皇逃离。调查组人员几乎全部返程，东江湖水库旁只剩下巡逻组人员，因为他们刚刚接到上级命令，要利用拉大网的方式捕捞白条恶霸。等到相关工作人员将设备全部安排妥当，一群工作人员在赵海强带领下胆战心惊的开始下网了。
然而除了一些杂鱼，几乎什么都没有。岳阳市内，渔具公司老板办公室内，刘志强是国内钓鱼运动协会特级大师，关注白条恶霸许久的他，觉得自己可以出手了。师徒三人正商讨前往东江湖水库谈白条恶霸的事。师傅，东西我都已经准备好了，咱们必须去东江湖谈一下白条恶霸。刘志强本就很想去东江湖水库，听到自己弟子这么一说，他便更加心动了。这时，一旁的陈龟也开口说道：“我们先让当地钓鱼协会向我们发出邀请，这样即使不能将白条恶霸盘上来，也不至于落得跟之前那些钓鱼佬一样狼狈。”好，我这边联系人，你们把最好的装备都带上。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钓鱼佬们齐聚东江湖水库。尽管相关部门发出警告，可仍无法挡住钓鱼佬们想要盘白条恶霸的激情。他们只能加派人手增强安保力量。巡逻队长赵海强带着一众人员，随时待命。就在这时，一辆黑色的越野车赶来，瞬间引来诸多钓鱼佬关注。刘志强走下车，钓鱼佬们纷纷让出位置。徐亮，你看看风况如何？陈龟，你准备开饵。把两位徒弟工作安排好。准备工作结束后，刘志强开始认真钓鱼。此时水底的陈峰还不知道又有新的钓鱼佬等着他戏耍。恭喜宿主完成一系列极其炸裂的究极戏耍，获得强化点50。考虑片刻，陈峰将20个强化点分别加在防御和五感上，最后将剩下的30个强化点全部加在体型上。那股神秘且不可抗拒的力量再次降临，最终他的体型达到2.9米，体重达到120斤。此刻，陈峰已然成为湖底巨无霸级别的存在。陈峰很是得意，在水底横冲直撞，许多小鱼小虾们只能狼狈逃窜，频频跳出水面，水面瞬间沸腾。这些动静，该不会又是那只白条恶霸搞出来的吧？陈龟眼看情况不妙，赶忙从背后拍了自己师傅一下。刘志强反应过来，假装淡定地说道：“兄弟们，不要慌，要有耐心，必然能上鱼。”好在水里的陈峰消停了下来，水面重归平静。2个小时过去，刘志强也只是钓到7、8条个头不大的杂鱼。这时陈峰准备到水面透透气，同时用欲望之眼查看岸上的情况。又来一个不怕死的，本白条恶霸来了哦！陈峰故意搞出不小动静，然后朝着刘志强的钩子靠近。看到水面出现的浪花，刘志强师徒几人做好战斗准备，陈峰一口就将鱼钩全部吃下。就在刘志强屏息凝视准备提竿瞬间，陈峰猛然发力，刘志强差点连人带竿被带到水里去。好在徐亮反应及时，第一时间抱住刘志强，再加上陈龟帮忙，这才得以重新稳住阵脚。我作为刘志强老师多年的老粉，从未见过他如此狼狈，这是一条什么样的大货？这么恐怖的拉力，肯定是那条白条恶霸。志强老师能搞得定他吗？在2名徒弟帮忙下，刘志强终于稳住阵脚，但他不敢再装逼，只能尴尬的道：“兄弟们，瞧好了，看我怎么盘超级大货的！”感受到刘志强的拉力，陈峰不着急，直接将他拿下。他准备跟刘大师好好玩一玩。双方僵持几分钟后，刘志强有点吃不消。陈龟看出师傅的窘境，赶忙过来接手。师傅，我过来溜一会，你先缓缓。陈龟将鱼竿稳稳拿在手中，刘志强稍稍缓过来，赶忙出言提醒：“陈龟，你小心一点，这条鱼非常大，力量很猛。”而水里的陈峰忽然感觉到岸上的人力气变大了一些，他再次加大力度，陈龟瞬间有点吃不消了。徐亮反应过来后，赶忙过去帮忙。这回徐亮顶了上去，换陈龟休息一下子。然而徐亮同样不够持久，刘大师只能再次出手了。3人再轮一圈，才总算把鱼的力气耗尽，然后慢慢将鱼拉到岸边。我操，又是白条恶霸，这是同一条鱼吗？怎么长这么快？难道水库里面有很多条这样恐怖的白条恶霸？刘志强差点松掉鱼竿，不过鱼都快拉上岸了，刘志强必然不能将其放掉。3人互相配合，再次将鱼拉到比较靠近岸边的位置。可以下网了，徐亮，你去把它抄上来。刚刚没什么活力的白条恶霸忽然扑腾起来，冰凉的湖水让其瞬间沦为落汤鸡。扑腾一会后，白条恶霸不再反抗，一动不动地待在原地。这下徐亮终于稳稳将白条恶霸捞入网中。那么多钓鱼佬都栽在这只白条手上，不容易啊！白条恶霸终于落网了。围观众人的夸赞让3人有点飘。徐亮一鼓作气想把白条恶霸给拖上来，却发现根本拖不动。白条恶霸突然发力，带着超网就往湖中央冲去。徐亮瞬间被带到湖中，陈龟赶忙过去救援。刘志强同样用力拉竿，却仍无法将白条恶霸给转回来。3人接连落水，超网被陈峰直接带走。他再次发力，伴随一声脆响，鱼竿也应声而断。此时陈凤再次发出得意的结结结的怪笑声，紧接着他将那半截鱼竿抛向空中，那一根断掉的鱼从水面爆射而出，越过几十米湖面，飞向岸边，最终落在岸边。现场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过来，将3人拉上岸。刘大师，白条恶霸属实有点凶猛，我知道你们已经尽力，要不就算了。回到岸上，刘志强暗中发誓必须拿下白条恶霸，并且他也是有备而来。师徒3人准备好新的鱼竿，再次回到钓位上。有了刚刚的经验，刘大师信心满满，决意好好露一手。这次必须拿下白条恶霸。水底下的陈峰没有想到3人居然如此头铁。既然如此，那么必然要给你们好好上一课了。但陈峰并不着急出手，而是逼着几条小鱼让他们去咬钩。看到浮漂有动静，刘志强赶忙提竿，一条接着一条的小鱼被迅速提上岸。这些鱼也太蠢了，怎么教都不会，只能我出手了。等刘志强再次下钩，陈峰快速冲过去，一口吞下饵料，力度与上次一样，迅速飞漂。刘志强激动不已，看吞钩力度
极有可能是白条恶霸。他赶忙提杆，让巨大的白条恶霸浮出水面。徐亮，快准备好抄吧，钓友们可以帮忙搭把手。白条恶霸有点大。但就在这时，刚刚好似挂掉一般的白条恶霸忽然暴起，迅速朝着湖中心冲去。此时只有刘志强一人抓杆，导致他差点脱水。眼看情况不妙，众人都过来帮忙，才避免再次落水。可白条恶霸仍在猛烈发力。我的亲娘，这到底是白条还是个怪物啊？双方僵持6-7分钟后，就在这时，刘志强却又忽然感受到手里的鱼竿快要撑不住了。如若他再撑下去，不仅杆子会断，他们这一群人都要被拖下水。可就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候，刘志强忽然松手了。我操，志强老死，怎么脱手了？白条恶霸跑了！突如其来的一幕让现场众人瞬间呆住。不好意思，手里出汗了。刘志强碍于面子，无奈之下只好带着自己的弟子收拾东西离开。现在白条恶霸再次逃脱，让现场工作人员乱成一锅粥。可不管怎样，射杀白条恶霸的行动必须进行。快，上冲锋艇，麻醉枪拿好。赵海强，你们赶紧去追白条恶霸，无人机跟上，迅速锁定白条恶霸位置，有机会直接开枪。为了能成功击杀白条恶霸，调查组征用现阶段极其顶尖的无人机设备以及一些高尖端装备。此时陈峰拖着鱼竿冲出一段距离后，将鱼竿吐出来，接着尾巴一扫，鱼竿迅速从水面爆射出去，精准插在那根断竿旁边。陈峰呆在原地，发出桀的怪笑。冲锋艇、无人机逼近，进入射程范围内。赵海强赶忙发话：各单位注意，开枪！连同无人机在内，7弹麻醉枪同时发射，连续几声脆响传来，全部命中陈峰，可全部被反弹开了。现场所有人全部傻眼了。赵队长还继续吗？继续干他！因为白条恶霸出现，他们这段时间都未能好好睡上一觉。赵海强他们又怎能咽下这口气？准备妥当，赵海强一声令下，众人再次开枪。可白条恶霸待在那里，任由麻醉枪射在自己身上。陈峰也决意不再跟他们继续玩下去。下一刻，他忽然原地大甩尾，带起一个巨大旋流。陈峰再一尾巴，将水扫向艇上的众人，他们全部沦为了落汤鸡。而白条恶霸发出阵阵的怪音，迅速朝着湖底攀附。眼看找不到白条恶霸的身影，冲锋艇上的众人只能无比狼狈地回到岸边。东江湖水库再次回归平静。陈峰回到水底，召唤出系统，查看此行收获。宿主完成一次终极系列戏耍，获得强化点30。陈峰想都没想，直接把30个强化点全部加在体型上。恭喜宿主达到第3阶段成就，成长为3米级大鱼。宿主获得第3阶段成就奖励技能奴役。奴役可以通过灵魂力量控制东江湖水库的鱼，让他们变成自己的奴隶，供自己驱使，为自己所用。请宿主特别注意，由于该技能特别消耗宿主的精气神，请注意不要过度使用。这个技能有点意思，这样戏耍那些钓鱼佬会更得心应手。此时，外界网络上，白条恶霸成功戏耍竞钓大师刘志强，再度引爆舆论。钓鱼佬界也掀起一股全新运动，抵制白条恶霸。但诸多钓鱼佬根本不敢主动出手，如此一来，钓鱼佬只能把目标投向陆亚界。在主流的陆亚界的钓鱼佬中，最资深的大师有2位：学院派的代表马成，以及野钓实践派代表龚磊。由于白条恶霸的嚣张，所以有人请他出手制止这个白条恶霸。老公啊，现在很多人都在你账号下留言，让你去抓那只白条恶霸。发生什么事了？你给我说说。于是这位朋友便将东江湖水库出了恐怖的白条恶霸这件事简单说了一遍。听完龚磊自信的哈哈大笑，不就是个白条，用树枝就能把它吊起来，没什么难度。不过既然广大钓友们让我出手，那我现在就过去。龚磊收拾好杆子，装备齐全后，正式出发前往东江湖水库。此时湖边满是钓鱼佬的身影，还没等龚磊掏出鱼竿亮相，人群突然爆发出一阵骚动。我去，那不是龚大师吗？龚师傅，你来的正好。这湖里最近出了个邪门玩意儿。龚磊一听有邪门玩意儿，顿时来了精神，比看到新出的路亚还兴奋。是大翘嘴还是巨年？都不是，是超级恐怖的大白条。恐怖的白条？你没开玩笑吧？我钓过最大的白条，够炒一盘就谢天谢地了。难不成这湖里的白条吃了激素？那可不是普通白条，那玩意儿邪乎着呢，都能把人拖下水了。还有这操作，他是成精了吧？更邪门的是，有人说半夜见过他跃出水面，居然还会学狼叫。最离谱的是，子弹打在他的鳞片上，跟弹弓打坦克似的。那白条摇着尾巴就游走了，临走前还溅了所有人一身水。听完这些，龚磊感觉自己的肾上腺素在体内急剧飙升。玩路亚这么多年，都没见过会抽人嘴巴、学狼叫，还自带防弹功能的白条。大家别怕，我今天非得会它，看看是它的鳞片鹰，还是我的钩子尖。不过那白条到底有多大？差不多的有3米长，估摸着得上100多斤。它每次出现的时候，一次比一次大。再这么长下去，可能东江湖都快装不下它了。龚磊的鱼竿在湖中划出弧线，鱼饵落水的瞬间，水底的陈峰正窥探水面的动静。怎么个事儿？来了个玩路亚的。陈峰顿时就来了兴趣，便往水面上游。此时的龚磊还不曾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白条恶霸，快点来，别让我等太久啊！随着时间推移，龚磊心中渐渐的有些着急。这么久过去，连一条小白条都没有上钩。而此时水底的陈峰正笑得不停吐泡泡，他使用了奴役技能，让那些鱼都不准咬饵。所以陈峰的命令对于小白条来说
简直比圣旨还有用。陈峰继续对着鱼群发出了新的指令，几百条鱼像一支大军一样聚集在一起。这些鱼很快就开始行动起来，集体向着水面游上去。陈峰则不急不慢地跟在后面。等着吧，马上就让你们见识见识万鱼飞腾的壮观场面。又1个小时过去了，连个毛都没钓上来。龚磊多少是有些老脸挂不住了。就在这时，一个钓友的喊声打破了岸边的死寂。看这么热的天，怎么突然下雨了？众人闻声抬头，只见头顶的太阳像个超大号灯泡，亮得人睁不开眼，空气也热得能煎鸡蛋，哪里有下雨的样子？你小子，他不是出现幻觉了？一旁有人打趣道。可当目光移向水面时，大伙全愣住了。只见开阔的水面上正炸开密密麻麻的小水花，还没等众人消化这诡异景象，更离谱的事情发生了。水下忽然像开了闸，一群又一群的白条和麦穗鱼争先恐后的往上冒，密密麻麻挤成一团。紧接着，一群手臂大小的翘嘴和青烧也凑热闹，混在小鱼群里。这些鱼最少有几百人。卧槽，那是什么？有人指着远处的水花惊呼，只见一条几斤重的胆鱼慢悠悠地浮出水面。要知道这货平时是水里的老虎，见了小鱼恨不得一口吞，今天却跟白条们相安无事。如此画面，透着一股说不出的荒诞。快看，那是桂鱼！大家定睛一看，果然有10多条斑桂和大眼桂在水面飘着。要知道桂鱼这货平时都躲在水底石头缝里，除非饿疯了，否则绝不肯露面。这会儿却集体上浮，这太不对劲了。此时水面突然炸波，刚才还慢悠悠浮动的鱼群，就像是被按了加速启动键，白条像疯了似的蹦出水面，又一下子砸回水里，一条条跟火箭似的往上冲，震得岸边的人都感觉心尖晃动。这些畜生是不是疯了？急着被我们钓上来是吧？虽然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但却是百年难遇的机会，兄弟们开干！就在这时候，赵海强率人巡逻回来了，就注意到水面这诡异的一幕。龚磊走过去，对着赵海强问道：“你是这里的安全负责人吧？”“我是这里的巡逻队长赵海强。龚大师，你有什么事？”“赵队长，今天这些鱼不知道怎么回事，看起来很是暴躁。以前有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以前从没有过，或许是因为缺氧吧。”显然这个解释，龚磊很不相信，可眼下也找不到缘由，他只能找个位置继续钓鱼。此刻东江湖的岸边，不停的有钓鱼佬赶来，而这会儿整个水面集体停口。此时在水底下，陈峰收获了20个强化点，应该是戏耍的力度不够，所以强化点给的少。不过只要能奴役更多更大的鱼群，就能收获更多强化点。毕竟这些鱼群不能像他一样，可以扇钓鱼佬耳光，以及把他们拖下水。但不管怎样，陈峰还是省了不少功夫。忽然，一条目测5斤左右的鲟鱼游了过来。看着这条鲟鱼的样子，陈峰忽然有了一个主意。过来！那鲟鱼正琢磨着哪有小虾吃，冷不丁被这一嗓子吓得差点当场晕过去。出于本能，鲟鱼想36计走为上计，眼看鲟鱼要摆尾巴跑路，陈峰赶紧用出系统给的技能奴役。变！那鲟鱼顿时像被按了暂停键，乖乖的游到陈峰跟前。陈峰突发奇想，反正强化点留着也是留着，不如给只傻鱼试试水。陈峰手指一点，把5个强化点用到体型上，接着鲟鱼跟吹气球似的鼓了起来。原本半米长的身子，噌的一下窜到1米。好家伙，我当初5个强化点才长了多少厘米？这货直接翻倍，合着这破系统是给别的鱼量身定做的，我反倒成了试用装，他奶奶的腿！但转念一想，不如用这么些强化点搞个打手替他干活，掠夺更多强化点，以后抢地盘、戏弄钓鱼佬就有鱼代劳了。陈峰越想越觉得划算，大手一挥，把剩下的点数一股脑砸上去，鲟鱼体型直接飙到2米多。陈峰绕着这条剑稳鲟转了2圈，满意的直点头。不错不错，以后就叫你打手1号，看谁不顺眼就用鼻子戳他丫的。此时龚磊在河岸边正准备收拾东西回家，突然旁边炸起一声惊天动地的喊声：“中了！我中大鱼了！”龚磊凑过去观看，那人正猛地水捞，接着水花哗啦一声炸，一条2米多长的鲟鱼被拽出水面，人群里顿时炸开了锅。这肚子里头指定攒了不少鱼籽，要是做成鱼籽酱，那得值多少钱？那个钓鱼佬正美滋滋地盘算着清蒸还是红烧，手里的鱼竿突然一轻，在众人还没反应过来，就见那条鲟鱼猛地一扭身子，他那1米多长的尖吻刷地扫过鱼线，只听啪的一声脆响，鱼线跟面条似的断了。而那钓鱼佬手里只剩下半截鱼竿，那条鲟鱼扑通一声扎进水里，尾巴还没摆2下，突然又从水里探出头来。这鱼成精了，这种眼神看我干啥？想报复我？周围的人也都看傻了眼。那鲟鱼用它那根1米多长的尖吻，在水面上一路划了过去，湖边水面上数十根杆子被一根根的斩断，其中一个钓鱼佬老张直接扑过去，想抱住大鲟鱼，结果鲟鱼尾巴一摆，居然把老张像举杠铃似的顶了起来。老张悬在半空中，岸上的人这下彻底懵了，这是鲟鱼成精了吗？就在这时，水库的安全巡查员们赶来了。看到半空中悬着的老张和顶着他的鲟鱼，几个人当场石化，几个巡查员赶紧准备下水救援，但那大鲟鱼像是玩够了，尾巴一甩，把老张扑通一声扔进水里。老张狼狈地爬上岸，而大鲟鱼在水面游来游去，还时不时把长嘴探出水面，那嚣张的劲儿让岸边的钓鱼佬们都看呆了。这鲟鱼成精了吧？难道除了北条恶霸，还有个鲟鱼恶霸？还有钓友举着手机追拍，鲟鱼居然还翻了个身，露出雪白的肚皮。几个巡查员总算从震惊中缓过神，赶忙去取来麻醉枪，瞄准水里游得正欢的鲟鱼。呜的一声枪响，麻醉针带着气流扎进水面，却只溅起个小水花，而那鲟鱼无比轻松的就避开了射击。站在一旁的龚磊看得清清楚楚，他本来是来对付白条恶霸的，没想到会遇上这出大戏。他决定今晚不走了，他把刚收起的路亚竿又重新装好，
我倒要看看是鱼成精，还是我技高一筹。白条恶霸大鲟鱼，今晚咱们好好过招。此时水底的陈峰因为用奴役的鲟鱼完成群体戏耍钓鱼老子，获得了强化点40，他大手一挥给鲟鱼用了10个强化点，鲟鱼瞬间膨胀起来，身形一下长到了3米。陈峰也给自己花了20个强化点，神秘的力量再次出现，他的体型成长到3.2米，体重230斤，刚升完级，他的肚子就发出了一阵阵的咕噜声。想起下午游过南岸时看到那里不远处的水域里，成片的网箱里面养着密密麻麻的红鳟鱼。前世在料理店吃上一片就得花半个钟头工资，现在整个养殖基地就在眼前，这跟自助餐摆到家门口有啥区别？他迅速朝着南岸游去，鲟鱼看到陈峰过去，懂事的在前面探路。南岸的水面摆着数十个圆形网箱，里面装着密密麻麻的红鳟鱼，简直跟猫见到了老鼠一样。干活了干活了，给我凿开！陈峰用尾巴拍了拍旁边的大鲟鱼，鲟鱼接到指令，猛地甩动尾巴，整个身子射了出去。咔嚓一声，细铁丝断裂的声音在水里传开，铁丝网破开了一个口子，刚好能容下他的身子钻进去。当一只3米多的超级白条进入网箱的时候，网箱里的红鳟鱼吓得四散奔逃。今晚自助餐吃到扶墙出去。陈峰对着鱼群张开嘴，猛地一吸，来不及逃跑的红鳟瞬间成了舌尖上的美味。突然岸上传来咔嗒一声，紧接着一道惨白的光柱正好照在网箱中心处。陈峰和旁边的鲟鱼默契十足，跟2道黑色闪电似的，尾巴一甩就没了影，吓得岸上的守夜人王建国直往值班室跑。老李老张，有人没？王建国扯着嗓子喊，但值班室里空无一人。突然桌上的对讲机传来同事老李的声音：建国，刚才听见你那边动静挺大，咋了？我在北岸巡逻呢。王建国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连忙拿起对讲机：老李，快来，网下有2大怪物，吃了半箱红鳟，还从铁丝网钻出去了。不一会儿，小张和小李赶回来了，3个人坐上小船朝着网箱的方向而去。王建国一眼就看到那个网箱上的破洞，明天去调监控吧，再去告诉赵队长，让他加强安防工作。而此时在湖对岸的龚磊正甩下一杆，铁板刚落水就被猛地拽向湖心，水底下的陈峰正憋着一肚子火，正巧碰上不知天高地厚的钓鱼佬，于是他带着线组朝着网箱破洞的方向冲去，接着他将钩子牢牢挂在了网箱的铁丝网上。岸边的龚磊还在使劲扬竿，对岸的王建国3人听着响声，啥动静？像是有人在拆网箱。3人回到岸边，借着月光一瞅，差点把眼珠子瞪出来。一根路亚线缠在半截网箱架子上，架子底下还挂着钩子。好你个偷鱼贼，怪不得网箱破这么大个洞，原来是有人在这沿水轨捞鱼。顺着鱼线去逮他，别让他跑了。3人顺着鱼线来到对岸，王建国率先扑上去，一把按住对方肩膀。半夜3更在这儿偷鱼，当我们守夜人是摆设啊！被按住的龚磊一脸懵逼，我这是正儿八经的钓鱼，什么叫偷啊？而且我是职业钓手龚磊，犯得着偷这点鱼？但他王建国又不钓鱼，只认识村头小卖部的王管，哪知道什么钓鱼名人？少来这套，管你是龚磊还是石磊，偷鱼就得认。说着，他又去抢路亚杆，把路亚杆往小张手里一塞。龚磊被押进岸边闲置的民房，接着小李把门锁上了。里面的龚磊摸出自己的手机给徒弟发信息：江湖救急，我在东江湖水库被当偷鱼的抓了，速来。第二天，天刚蒙蒙亮，赵海强的办公室就被哐哐的砸响。只见3个年轻人堵在门口，领头的小伙子满脸焦急的样子。赵队长，我师傅龚磊昨天在你水库钓鱼，怎么就被抓了？赵海强听完几个年轻人七嘴八舌的解释，后背瞬间冒了层汗。他赶忙带人来到民房，一推开房门，看见赵海强和自己的弟子们来了。龚磊乐了：你们这水库安保挺严啊，比我上次打锦标赛的安检还仔细。赵海强脸都白了，回头对着王建国3人怒吼：这是龚磊，全国路亚冠军，人家用假饵能钓上鲨鱼，犯得着偷你那点红鳟？说着，他又转头对龚磊赔笑：大师您别生气，这3个是水库新来的守夜人，眼神比王八还差。行了，误会解开就好。不过你们那网箱确实该修了，我昨天看着像是被什么东西撞破的。赵队长，我说实话，其实是2道黑影搞的鬼，我怀疑是水库里的水怪，我昨天夜里亲眼所见。我想起来了，昨晚我抛竿的时候感觉钩子挂到个大家伙，那力道差点把我拽水里去。这话一出，院子里突然静得能听见蚊子振翅，于是一行人浩浩荡荡冲进监控室。赵海强手忙脚乱地调监控，王建国3人凑在屏幕前。监控画面中，只见网箱附近的水面有2个巨大的黑影从水下冒了出来，这2个黑影在水里追着鱼啃，吃的那叫一个欢实。这时一个年轻人背着手走进来，此人正是赵波，后台硬得很，年纪轻轻就管着片区的渔业巡查了。此次临时成立的调查组，正是由他担任组长。赵海强，听说你这水库网箱破了，还兜了不少鱼，我看你这管理是越来越松懈了，是不是觉得没人能管得了你了？赵组长您息怒，这事儿不是人为的。闻言，赵波冷笑一声，从口袋里掏出个小本子：不是人为的，我看你是想推卸责任吧？你赵海强管理失职，从今天起这片网箱由我接管了。赵波说完，带着一行人浩浩荡荡前往网箱上的水面巡逻。直到夜晚，赵波看着网箱里的红鳟鱼，看得他心里直痒痒。这鱼他盯了快1个月了，脑子里全是刺身蘸芥末的鲜美。小李，去把3号网箱的锁打开。王建国，你把那2个增氧鱼桶搬过来，记得把增氧泵插上，别让鱼闷死了。组长，这不好吧？最年轻的小李脸皱得一团，赵波眼睛一瞪，声音陡然拔高，又赶紧压下去。
你懂个屁！咱们手在这儿恪尽职守，拿几条鱼尝尝鲜怎么了？而且这叫工作抽样检测，你懂不懂？出了事我担着。说话之间，唾沫星子都差点喷到小黎脸上，吓得小伙子赶紧闭了嘴，转身摸向了网箱的锁。王建国和另一个手下倒是麻利，俩人手忙脚乱的把蓝色的增氧鱼桶搬到手边，接着赵波亲自上手，小心翼翼的把网箱的一角掀开个口，几十条红鳟鱼正悠闲的在水里转来转去，极其诱人。抄网，一网下去，鱼桶里很快就热闹起来。不到10分钟，2个桶就装了小半桶，估摸着差不多有20来斤。赵波这才满意的挥挥手，收拾完现场。赵波盯着桶里的鱼，正准备尝尝鲜，突然砰的一声巨响，水面猛地掀起一阵波浪。只见那3号网箱的水面上，一个巨大的黑影正在翻腾。那是什么？赵波的后背瞬间被冷汗浸湿，刚才偷鱼的兴奋劲儿跑得一干二净，只剩下满心的恐慌，眼睁睁地看着那个黑影在网箱里撞来撞去。忽然他一脚踹在小李屁股上，自己却往后缩了半步。妈的，发什么了？去看看是啥玩意儿在捣乱。组长，我不敢啊，万一是什么水怪。可惜话没说完，赵波的一记瞪眼就飞了过来，他将手上的刀塞给他，刀刃在月光下闪着寒光。怂包，咱们可是巡查队，拿国家工资的，踏个屁！再磨蹭，我现在就给你记大过。说着，他又推了小李一把，把人往网箱边扫了半米。小李哭丧着脸慢慢往前挪。就在这时，水面又哗啦一声大，一个巨大的脑袋猛地探出水面，那对眼睛像2盏小灯笼，嘴巴一张，露出尖牙，咔嚓一口就叼住蹦跳的红鳟。小李吓得魂飞魄散，转身就往回跑。我的个妈啊！是怪物，大怪物呀！什么怪物？这不是那只白条恶霸吗？几个人吓得腿直打断。要知道这只白条恶霸就连子弹都打不穿，出动直升机都拿不下他。这时赵波却突然没了动静，他死死盯着那只白条，跟饿狼看见肥肉似的。他悄悄咽了口唾沫。怕什么？不就是条大点的鱼吗？这玩意儿这么有灵性，要是吃了它的肉，说不定能长生不老。话刚说完，那白条恶霸突然转过来，眼睛直勾勾地盯上了岸边的人。几人已经开始默默往后退了，只有赵波还站在原地没动，像是迫不及待品尝那怪物的滋味了。去，把车后备箱的电网拿来。3个手下脸都白了，但也不敢磨蹭，立马就去拿电网。赵波则站在原地，死死盯着水面上的黑影。水面上，陈峰的眼睛牢牢锁定着岸上的赵波，他那眼神就像村里屠夫看猪的眼神。这帮两脚兽没安好心，想把我当红烧鱼。电网对于普通的鱼类来说确实是噩梦，那玩意儿一通电，鱼就翻着白肚皮浮上来了。但陈峰可是把整个水库搅得鸡犬不宁的白条恶霸，正琢磨着，就见那几个小年轻扛着黑乎乎的东西。接着3人展开一张大网，把网朝白条恶霸头顶上撒了出去。电网哗啦一声，正好把白条恶霸圈在网中心处。成了，捆紧点，别让他挣开了，给我通最强档的电，让他知道谁是老大。此刻，白条恶霸看起来有点急，巨大的身体猛地向上一窜，带着网子掀起10米高的浪。赵波指挥着手下把电网的2个电极插进水里，小李按下开关，电线接头处瞬间冒出蓝火花。只见水里的白条恶霸庞大的身体开始剧烈抽搐起来了。叫你哼，现在知道厉害了吧？等会儿把你拉上岸，我先割你2片当刺身，剩下的……话还没说完，水里的抽搐突然停了，白条恶霸一动不动地浮在网里，肚皮朝上，像是彻底没了气。赵波示意关电，然后命他们去把拖车开来。3个手下虽然觉得不对劲，但看着赵波那副胜券在握的样子，谁也不敢多嘴，只能乖乖转身去开拖车。接着3个手下开着拖车晃了过来，小王和小张扛着带滑轮的绳子走过去，2人把钩子往鱼嘴上挂好，4个人使出吃奶的劲，用力地拽着绳子。就在鱼身刚离开水面的瞬间，白条恶霸突然啪的一下睁开了眼睛，然后猛地一甩尾。3人几乎是同一时间被扫进水里，他们在湖里扑腾的很顺利，狼狈的不像话。赵波吓得转身就想往岸上，但白条恶霸突然像艘小型潜艇似的冲过，脑袋一顶，赵波整个人像被炮弹轰中似的，瞬间飞了起来，扑通一声砸进水里。组长，你没事吧？等小李挣扎着游过去把他捞上来时，却发现赵波的裤腿被白条恶霸死死咬着。赵波想把腿抽回来，可那鱼劲大的离谱，拖着他往水底下坠。3个手下连滚带爬的上拖车，而赵波彻底没了踪影。半个小时后，远处亮起一串车灯，紧接着是呜的警报声，是巡查队特有的提示音。带头的是赵海强，举着对讲机喊：无人机立刻升空，地毯式搜查整个水库。第2小组赶紧启用搜救艇，务必找到人。一群巡查人员动作麻利，在岸边拉起警戒线，同时在水里放冲锋舟巡查。赵海强走上前，看到水面上漂浮的电鱼网，忍不住皱眉：这东西都敢用，不知道这水库是禁渔区吗？小李3人缩着脖子，不敢辩驳半个字。搜寻一直持续到后半夜，冲锋舟换了3拨人，无人机的电池都换了4个，甚至连水下探测仪都派上了用场。可除了找到一只漂在水面的血，连个完整的人影都没见着。天快亮的时候，其中一个队员大声道：队长，还是找不到人，报警吧。2个钟头后，水库岸边的警戒线拉得更密了，帽子叔叔来了不少，连带着水文监测站的工作人员也扛着仪器赶过来，把小李3人吓得脸色惨白。带头的其中一个叔叔姓刘，正拿着笔记本问话：你们说赵波是被鱼拖走的，什么鱼能有这么大劲？是白条恶霸，这水库里出了名的鱼怪。白条，你说的是哪种一指长，油炸着吃最香的小白条？他从警20多年，抓过偷鱼的、电鱼的，甚至见过用炸药炸鱼的，但从没听说过白条能拖走一个大活。旁边的年轻队员忍不住笑出了声：刘队，他是不是吓傻了？白条能长多大？顶多巴掌长吧。
刘队，这白条恶霸绝对出乎你们的想象，那鱼邪门得很，我亲眼见过他将钓鱼人拉下水，而且他的鳞片硬得像铁甲，上回用直升机打他，子弹打在背上都被弹飞了。这话一出，旁边的队员们都不笑了。赵海强急得脸红红，生怕他们不信，连忙掏出手机翻出相册，照片里是白条恶霸的影子在水面下掠过。刘队长心里没了底，先调监控吧，看看赵波到底是怎么掉下去的。队员们很快调取了水库口的监控，画面里赵波和3个手下在岸边拉着什么东西，突然水面一道影子猛地窜出，接着是几个人影落水，最后赵波被一股巨力拖入水下，水面只留下一圈漩涡。刘队长盯着屏幕，正想说什么，突然听见外头岸边传来一声惊呼：“快看，那是什么？”只见水库中心的水面上浮起一个黑乎乎的东西，冲锋舟立刻开了过去，凑近一看是赵波，探了探鼻息，最后对着对讲机摇头：“没戏了。”岸边瞬间安静下来。赵海强看着赵波身上挂着的几片鱼鳞，嘴唇哆嗦着。那鱼记仇，谁惹他谁倒霉。刘队长他盯着水面深处，坚信科学的他，此刻心里第一次开始相信，这水库底下难道真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东西？送医院做事情，其他人收拾东西，收队。很快，车队悄无声息地驶离了水库。此刻赵海强急得直转圈，掏出手机，好不容易拨通了周海洋的电话。周局，出大事了，赵波被白条恶霸拖走了，人没了，这鱼再不处理，迟早还要出事啊！10分钟后，等周海洋带着人赶到东江湖水库边时，一眼就看到了人群中间的中年男人，这人就是赵波他爹赵青山了。而赵青山旁边站着的是湖泊管理局的局长陈三庆，脸上堆着小心翼翼的笑容。陈三庆瞥见他，像是找到了救星，赶紧招手让他过去。周海洋来了，正好我刚做了个决定，现在立刻出动，把东江湖水库翻个底朝天，也要把那个白条恶霸给我找出来。周围的人却都面露难色，谁不知道东江湖水库大得很，里面的鱼成千上万，想在这么大的水里找一条鱼，跟大海捞针差不多。陈局，那白条恶霸贼得很，咱们自己人不行，就请专业人士来，让全天下的钓鱼高手都来，谁能钓上那条鱼，咱们就给谁中奖。那就这么办，赵海强，这事就交给你去办。至于奖励，只要能钓上白条恶霸，奖金20万，再加上一套顶级渔具和一辆越野车。人群里顿时发出一阵抽泣声，这可是泼天的富贵。赵海强转身就去安排东江湖水库的英雄帖一出，在网上一下就炸开了锅。不到半天功夫，钓鱼论坛的服务器差点被热情的钓友们挤瘫痪了。此时天元集团会议室里，邓刚捏着手机，旁边的天元小师妹兴冲冲地说着：“师傅，这事儿必须结案，咱们就当是去探钓，就算钓不上来，就当是户外团建了。”小师妹浑然忘了上次的失利，还想要去盘大鱼。毕竟只要能够出去钓鱼，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其实他也知道，这事儿要是成了，天元的知名度肯定能再上一个台阶。行，那就去会会这个白条恶霸。看到邓刚毫不犹豫答应下来，众徒弟看起来都非常的兴奋。此时东江湖水库底下，刚从休眠中清醒，陈峰就敏锐地察觉到水面的异常，他瞬间想明白了前因后果。昨天那小子被自己整死在水里，现在岸上那群两脚兽是铁了心要把他揪出来了。想到这儿，陈峰非但没慌，反而兴奋地游出水面，打量着岸边那群钓鱼佬。想钓我，下辈子吧。接着陈峰意念一动，发动体内那股奴役技能的力量，周围瞬间传来一阵哗啦啦的动静。只见到上百条鱼聚集过来，他指挥着他们用嘴轻轻啄掉钩上的鱼竿。岸边的人看到浮漂，顿时炸开了锅。一个个钓鱼佬疯狂提竿却是空的，钓鱼佬个个气得脸红脖子粗。陈峰在水里结地笑着，脑海里响起一阵提示音。没过半小时，就收获了100多个强化点了。陈峰美滋滋地冲着深水区喊了一声：“傻大个，过来给你升个级。”接着一条大鲟鱼游了过来，他如今已然是陈峰的头号走狗兼金牌打手。陈峰意念一动，将20个强化点灌注到鲟鱼身上，一股神秘能量冒出来，大鲟鱼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膨胀，鳞片变得又厚又亮，像披了层铁甲，稳步向前突出半米多长。短短几秒钟，大鲟鱼就长成了5米多长的庞然大物，活脱脱一个水下坦克的样子。好家伙，这么大，看上去还挺有气势的。不错，以后就是我的御用打手了。听着陈峰的话，大鲟鱼用脑袋轻轻蹭了蹭他的身体，眼神里满是谄媚之色。如今他不光体型暴涨，智商也跟着提了一截，很清楚谁是自己的衣食父母兼唯一主人。陈峰很满意，突然瞥见岸边一个钓鱼佬还在叫嚷不停。陈峰嘴角勾起一抹坏笑，对大鲟鱼下达指令：去咬那个家伙的钩子，然后把它拖下来凉快。大鲟鱼收到命令，庞大的身躯悄无声息地游向岸边，接着他张开嘴巴，精准地咬住了钩上的鱼竿，然后猛地向后一甩尾巴。岸边的钓鱼佬突然就感觉鱼竿猛地一沉，差点被拽得向前扑倒。来了，巨物上钩了！那个钓鱼佬狂喜的大喊，双手死死抱住鱼竿，但整个人被拉得向水边倾斜。下一秒，水下传来一股恐怖的拉力，只听啪嚓一声脆响，鱼竿从中间断裂，扑通一声栽进了水里。陈峰看着那家伙在水里扑腾的狼狈人，再听着脑海里还在不断响起的强化点提示，笑得尾巴都快抽筋了。这波不亏。陈峰盘算着，不光赚了强化点，还能看看热闹，看来得让这大鲟鱼多招待几个钓鱼佬才行。就在这时，岸上一阵骂骂咧咧传来，此刻一个大爷正红着脸跟旁边人吹嘘：刚才那下绝对是100斤大鱼，要不是线细了点，早被我拉上来了。姐，既然这么想跟水里的大物亲近，那就先成全你个老逼当。大鲟鱼接到指令，悄无声息地游向大爷的鱼钩下。大爷瞥见浮漂，立即拉竿，却被一股巨力拖入水中。旁边立刻有人起哄：这力道绝对比刚才那条还大，要是能命中白条恶霸，你就是东江湖边最靓的老头儿。大爷顿时更得意，咬着牙往回收线。
可水下的大鲟鱼压根没使劲，一人一鱼就这么僵持。陈峰在旁边看得饿，突然给大鲟鱼使了个眼色，下一秒，大鲟鱼尾巴猛地一甩，鱼线瞬间绷直，只听嘣的一声脆响，鱼线断了。大爷整个人以一个极其狼狈的姿势翻进水里，还是岸边2个小伙子反应快，相继跳进水里，费了9牛2虎之力才把他拖上岸。就在这时，赵海强走了过来，看到这乱糟糟的场面，眉头瞬间拧成了疙瘩，他扯开嗓子就喊道：“跟你们说过多少次，钓到那说不清道不明的大家伙，第一时间就松手，松手不丢人，命比啥都金贵。”听见了，赵队。众人嘴上应得响亮，心里却各有盘算。平时好几个月都难钓上一条巨物，好不容易碰到巨物，打死都不可能松手啊！大不了被拉到水里面呛几口水，那才叫刺激呢。此刻的赵海强内心充斥着深深的无力感，要是再抓不到白条恶霸，整个东江湖水库这片地带可能会出现失控。赵海强表示很担忧，赶紧来点厉害的家伙，把白条恶霸给收了吧。眼前这些钓鱼佬都是一些水货，靠他们肯定是不行的。这些人除了被水里的巨物戏耍，还能有什么用？就在这时候，仿佛上天听到了赵海强内心的祈求，2台黑色的越野车正缓缓的驶。钓鱼佬们齐刷刷的转头，头一辆车的车门哐当打开，先跳下来的正是天元小师妹，紧接着其他徒弟也纷纷下了车。王稳背着包，黄杰也跟在后头。侯国庆刚站稳就冲钓友们挥手，人群里顿时炸开了锅，敬仰的目光快把几位大师都给看穿了。就在这时，车门再次推开，接着邓刚下了车，现场瞬间安静的能听见鱼虎泡泡。邓刚被围在中间，他清了清嗓子，大声说话：“各位钓友，我这次来东江湖是为了那只白条恶霸，今天我就替大伙出头，非得把这恶霸钓上来不可。”邓大师出马，那白条就算是修炼成精，也得乖乖上岸。就是天元的大师们来了，啥鱼拿不下。接着天元小师妹架起手机开始直播，镜头对着邓刚，邓刚在万众瞩目下走向岸边，抽出鱼竿，又把饵料往鱼钩上一挂。白条恶霸准备好拜倒在我的鱼竿下了吗？所有人的目光都盯着那根鱼竿，一场钓王与白条恶霸的顶级对决，就这么在东江湖边拉开了序幕。而此时，作为这场顶尖较量当事人之一的白条恶霸，自然也是感受到了周围氛围的不对。咦，这是来了一个什么样的钓鱼佬？陈峰通过欲望之眼看到所有的钓鱼佬居然全部簇拥在一个中年男子的周围，看他钓鱼。他记得之前也来过钓鱼大师，但也没有引起这些钓鱼佬如此反应。看起来这家伙在钓鱼界的名气非常之大。他摆动尾巴，心里冷笑：邓刚是吧？今天就让你知道谁才是东江湖真正的主子。去把那玩意儿拽下来，动静越大越好。大鲟鱼接收到指令，像枚鱼雷似的射向水面。只见他大嘴一张，连钩带饵咔嚓吞进水里。岸上的邓刚正盯着浮漂，突然被猛地一拽，整个人差点落入水中。他双臂发力往后拽，可水下的力道像有台拖拉机在水里拉着跑。邓刚被拽得一步步往湖边挪动。快看，是大鲟鱼！只见水面风的炸开的一条巨影闪了一下。邓刚瞅见那鱼的大小，心里咯噔一下，这哪是钓鱼，分明是跟大鱼在拔河。天元小师妹急得直跺脚，眼看着师傅快被拖进湖里，赶紧冲上去一把抓住鱼竿。师傅莫慌，我来帮你。嘿，侯国庆3人也赶紧扑上去攥住竿子，几双手一起使劲，总算把往水里滑的势头稳住了。可大鲟鱼突然猛地往下一扎，巨大的拉力让4个人不受控制的被往前拽，眼瞅着就要被拖下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砰的一声巨响，赵海强举着把猎枪站在岸边，枪管还冒着一阵青烟，子弹精准地打在大鲟鱼背上。大鲟鱼疼得疯狂扭动，用着恐怖的力道猛地一拽，鱼线应声而断。那大鲟鱼立马钻进水底不见踪影。陈峰目睹了全程，这两脚兽还带家伙，这是要硬逼我出手吗？看着水里蔓延的血迹，陈峰眼神变得逐渐冰冷残忍。而岸上，赵海强扛着猎枪，挠着头嘿嘿笑了。邓大师没事吧？我这也是没办法，总不能看着您落水啊。邓刚缓和下来气色，摇了摇头，重新举起鱼竿换好线。只见铅坠带着鱼饵扑通一声扎进湖心，在水面的陈峰尾巴一甩冲了上去，他死死咬住鱼钩，拼了老命往湖中心扎。水面上，邓刚瞥见这动静，想都没想，猛地一扬胳膊，好小子，这不就来了吗？鱼竿瞬间弯成了满月，竿梢仿佛下一秒就要断成2截，而邓刚只觉得一股巨力顺着鱼竿传来，这力道比刚才那条大鲟鱼猛了至少3倍。几个徒弟眼疾手快，一把抓住邓刚，钓鱼佬们集体变脸色了。这力道该不会是传说中的白条恶霸吧？陈峰猛地朝着更深的水域冲去，而岸上5个人围着一根鱼竿较劲，可水下那股力道丝毫没减，鱼竿几乎下一秒就要断成2截。岸上的钓友们看傻了眼，一个个加入了拔河队伍，10多号人一起发力。水下的陈峰突然感觉嘴里的鱼钩传来一股蛮横的拉力，差点把他的下巴拽脱臼。透过水面一看，顿时气炸了。岸上黑压压一片人，正拽着根绳子跟他较劲。我呸！这群两脚兽要不要脸？一个打不过就叫一群。他也想使劲往前冲，可身上的力气已经差不多到达极限，毕竟刚才那股猛冲耗掉了大半体力，现在觉得尾巴有点甩不动了。可岸上的拉力却越来越强，陈峰感觉自己正一点点往岸边挪去。完了，难道我白条恶霸今天要栽在这儿？陈峰有点慌了。就在这时，突然想起自己还有近100个强化点没用，接着他直接花了30个强化点，全部加在肉身力量上。原本发酸的肌肉突然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陈峰只是往水里一沉，只岸上的钓鱼佬们集体被向前拽，一时间惨叫与惊呼声混在一起，场面变得十分混乱。这到底是啥怪物啊？10多个人拉不住他。水下的陈峰甩了甩尾巴，感受着浑身用不完的力气，心里的嘚瑟劲儿又上来了。刚才不是挺能拽吗？再来啊，小爷我现在能把你们连人带树都拖进湖里喂王八。说着，他再度尾巴一摆，
猛地往湖中心钻去。众人只觉手里的绳子猛地一拽，都不受控制往水边倒。邓刚被这股力道丢进湖中，在水里扑腾，呛得可不少。岸上以赵海强为首的所有巡逻人员慌不择乱地跳进水里救人，连邓大师都被拖下水了。